公主不在，你是不是闲得无聊，没事找事儿啊？我问你话呢，去哪里？管不着。知道还问啊？有何隐瞒？隐瞒什么了？我就是不想告诉你。怎么了？风流，你明明识字，却要让阿依娜替你抄写汉赋。你去西侯府，却出现在常山西侯的房间里，并且还受了伤。一场误会而已。我今天已经够倒霉的了，还要被你审问。风流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是何目的，也不管你到底想做什么，但是只要你对公主不利，我绝对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哼，我又不是打不过你。你是不是男人啊？我无需向你证明我是不是男人，我只是想向你证明，必要的时候，我对谁都一样。哼。啊！解忧叩见昆弥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终于来了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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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等你了。来，到姑身边来坐。昆弥，我想跳一支匈奴舞蹈给你助兴。好啊，请。悠悠天下，真个明明，马过征战，马革裹尸。左夫人，跳得好啊！这是在我乌孙的地方，为何要跳匈奴的舞蹈啊？我身为乌孙左夫人，当然可以在我夫君的国土上跳我故乡的舞蹈。昆弥，你说，你要觉得不行，我就罚酒3杯。既然如此，作为乌孙的右夫人，自然不能傻坐着。不如我为昆弥献歌一曲，为您助助酒兴，您看可好？好啊，右夫人，请。去
好，是呀，哎呀，好，是呀，哎呀，好，我没听过呀。今晚月色皎洁，真让姑大开眼界。好，好，是呀，哎呀，好，是呀，哎呀，好，尤夫人，来，坐在我身边。来，喝酒。夫人息怒，刘解忧，我就没见过他这样的，表面上装圣洁，背地里却是迷惑昆明的狐狸精。夫人莫生气，想扳倒那个贱人并不难，我们不是还有那个阿彩吗？夫人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姑来这儿是想找你聊聊天儿。来，昆明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吓死我了。对了，你到乌孙多久了？昆明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小半年了。是啊，小半年了，羊羔都长成了，可你为什么还是像刚到乌孙一样呢？我记得那会儿你刚到乌孙的时候，对我总是有所畏惧，虽然表面上装的若无其事，可是我能看得出来，你的眼睛里一直充满着惶恐和不安。虽说这一次你用身体替我挡箭，但是我依然觉得你害怕我。为什么？解忧其实并不惧怕昆明，只是今日我不顾左夫人之尊，做了一些冲动的事情，怕是昆明要来责难我吧。陪姑下半棋吧。出嫁之前，皇帝曾让我练棋，可是解忧贪玩，棋艺不精，怕是……没关系，下棋不在输赢，而在识人。想不到昆明不但棋术惊人，棋艺也是精湛，解忧真是自愧不如。咱们再来一盘吧。这次我希望你用解忧的身份跟我下棋，而不是和亲公主。我先让你3子。
不下了。怎么了？因为解忧发现，无论我是小心谨慎还是奋力搏杀，这一局我又输了。哎呀，夫人，我跟你下棋，并不是要表现我的棋艺有多么精湛，而是想让你了解我。当你用和亲公主的身份跟我下棋的时候，我便是乌孙的昆弥；当你用解忧的身份跟我下棋的时候，我便是君须弥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你的态度决定我的态度。像今天这场篝火晚会上，我就看到一个栩栩如生的刘解忧。人和人之间相处，并没有什么难的，只要真诚相待。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淹没了吧？其实解忧早就知道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表面上，昆明是为了平衡左右宫，我骑马夺了红旗，赢了左夫人，于是你让我连夜研墨，这手腕酸痛无法狩猎，又输了左夫人。你不仅仅是为了平衡左右宫，而且解忧发现，你多次用宠幸左夫人的方式保护了我。你果然聪明。但是解忧认为，昆明这样做不妥。为何？因为无论是朝堂还是后宫，单一的制衡是无法长久的，唯有人心一致才能救国。乌孙虽小，但也有壮大的一天。解忧无才无德，既然身为和亲公主驾驭昆弥，就愿为昆弥尽微薄之力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证明给昆弥看的。无需早晚，今晚即可。要回赤谷城了。知道了。这场以真心对真心的赌注，你我注定是输家。解忧，吃饭了。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人总是昏昏沉沉的，也吃不下东西。想学学刺个绣吧，没想到这么难。你都能用针给人治病了，还怕这个刺绣吗？来，我看看。哎，你这只狗就绣得很好嘛，多可爱呀！谁说这是狗啊？这明明就是苍狼啊！传说是乌孙人的祖先。我看，其实我打眼一看，我就觉得这个动物气宇轩昂，肯定不是凡物。我知道我绣得不好，你别安慰我了。等我再练一练，肯定不是这个样子。
怎么了？解忧，你怎么了？要不要我去叫医硕？医硕，到底是不是啊？嘘。恭喜公主，确实是喜脉无疑啊！真的吗？到底是男是女啊？健康吗？现在孕期太短了，分不清男女。不过，你们不用担心，脉象沉稳有力，一定是个健康的孩子。解忧，太好了！那我什么时候怀上的小孩？已经有2个月了。如此说来，该是上次狩猎之后。怪不得你总说月事不调呢，还以为是上次受伤所致。公主千里迢迢来到西域，可能对这边的水土不太适应，就劳烦你了。放心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伺候公主，汤药什么的我都会亲自做的。谢谢你啊！我现在就去给公主配药。好。公主，这若是个王子，将来可是乌孙的储君呐。就是，到时候看谁还敢欺负咱们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不舒服啊？我现在就去把医硕给叫回来。不是，我只是有点不敢相信。那肯定是太紧张了。别担心啊，有我们呢。这件大喜事儿，我一定要跟怀天沙说，看他这张冰块脸到底会不会笑。阿彩啊，你去告诉昆迷，当面禀报。到时候昆迷一定会重赏我的。走。怀将军。找我干什么？先说好啊，做生意的事不要找我，帮不了你。我说将军啊，你对人冷言冷语，要不然就拔刀相向的，你就不能乐一个呀？我跟你不一样，赚点钱就能笑得合不拢嘴。我没什么喜事，笑什么呀？那我就告诉你件大喜事儿。公主怀孕了。当真？几个月了？2个月了，一说验过了。这个消息还有谁知道？公主让我先告诉你，然后上奏朝廷，之后就是军须弥了。什么？还要上奏昆弥？对啊，他是孩子的父亲，又是王君，怎么不能知道？糊涂！为什么糊涂啊？去报信的是谁？阿彩啊！来人！将军，备马，诺。你干什么呀？冯亮，你马上去找易硕，告诉他公主怀孕的消息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我去拦住阿彩。为什么呀？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按我说的做。哎，你还没给我解释清楚呢，等会儿。解忧，我回来了。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我让阿彩回来的。恭喜公主。怎么了？好了，一说那边我叮嘱过了。好。你们请公主恕罪，在公主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我擅作主张，没有让阿彩去见昆弥，还让冯辽去叮嘱易硕，不让他把公主怀孕的消息透露丝毫。为何？恕我多虑。如果此时将消息禀告昆弥的话，那消息就会立刻遍布王庭。那些在暗地里虎视眈眈的人，绝不会无动于衷。公主，你应该清楚，怀孕的头3个月最为凶险，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孩子不保，我们防不胜防啊。那连昆明也不能知道吗？是
什么时候才可以让他知道？3个月，3个月后，孩子自然平安很多。公主已经有2个月了，那就是说，我们只要再坚持1个月就好了。那就跟昆弥说，我身体不适。解忧，我都写好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的饮食都会由我亲自监管，绝对不会让别人钻了空子。哎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咱们宫里平时的守卫啊，怀将军会派人轮班盯着。哦，一切都已经变了吗？啊？就像怀将军说的，在深宫里怀孩子，比咱们当年在戏班子顶碗走钢丝还危险吗？要我说呀，这怀大人就是自己吓唬自己。他整天板着那张锅底脸，他觉得谁都是坏人。是有人来了吗？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啊？我去看看。啊！阿彩失礼，不知道是昆弥驾临，还望昆弥恕罪。起来吧。右夫人怎么样了？我们公主病了，已经休息了。病了？那我更得看看她。哎，昆弥，昆弥，我们家公主真的病了，她已经休息了。昆弥，昆弥，你怎么了？昆弥，不知道你要来。哎，刚才阿彩说你病了啊，严重吗？不知怎么的，就染上了风寒。哦，啊切！还很严重啊！哎呀，阿彩，你怎么照顾她的啊？啊切！不过昆弥来了，我已经好了一半了。你呀是不知道，乌孙的冬天特别难熬，非常容易感染伤寒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找个大夫看看，啊？哦，阿彩，不用了，刚才易硕已经来帮我看过了，还给我开了一些药方。是吗？阿彩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煎药？啊！哎，你药方我看看。昆弥，不能侍寝，解忧心中有愧。嗨，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？这事怪我，怪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你赶紧休息吧，啊，是我耽误你休息了。来，让我看着昆弥走吧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看来前2天棋是没白下。这是风寒，怕是传染给你。哦，对对对对。阿彩送昆弥。喂。昆弥怎么又出来了？右夫人病了。难得昆弥今天兴致这么高，回去太可惜了。这右夫人病了，不是还有左夫人吗？走吧。别换了，你戴什么都漂亮。昆弥，你来了。来了。外面的人都在偷懒，没人告诉我。是。
是姑不让他们告诉你的。我要给你个惊喜嘛。姑是专程来看你的。怎么了？你才不会特意来我这儿，是不是被别人赶出来了？你呀，就是太小心眼了。姑真的是来特意看你的。你得答应我，不能人在我这儿，心在别人那儿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君须弥人在哪儿，心就在哪儿。夫人，左夫人真是大单于的掌上明珠啊！这刚刚摘下的马蹄葡萄，单于就命人快马加鞭，连夜送来。这不用尝都知道，这葡萄一定像单于对您的宠爱一样甜。我胡姑也没有辱他众望。是。现在乌孙王庭，我一个人专宠。那真是太好了。那解忧，他失宠了。昆弥已经连续好几日在我这儿过夜了。解忧刚刚得宠，怎么会失宠呢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哎，夫人小心。我伺候昆弥尽心尽力，得了昆弥的心呗。解忧失宠，会不会和身体不适有关啊？解忧生病，连自己的丈夫都不见，昆弥早就对她没有耐心，一直都在我这儿过夜。你说，不是失宠是什么？左夫人所言甚是，但那天晚宴解忧得到欢心，还占了上风。你说怎么能因为一点小病而远离君须弥呢？这丫头聪明的时候让人讨厌，突然蠢起来，让我查查，这解忧到底搞什么名堂？夫人英明。开水煎服，嘱咐公主不要饮酒，不要吃辛辣。我记住了。阿彩姑娘，古瑞亚，我们夫人找你有事情，请你过去一趟。我还要去给公主送药呢，去晚了公主得骂我了。我们夫人说了，请你现在就去。你也知道，夫人要是等得不耐烦了，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。拜见左夫人。阿彩来了呀！来，快试试这衣服。真好看。古瑞瑶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不是衣服不好看，是没穿对人。是啊，夫人，这件狐狸皮的小袄穿在阿彩身上，还真是好看呢。左夫人。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，我还要去给公主送药呢。这是什么药啊？这是在医馆取的治风寒的药。啊，阿彩姑娘，送药也不差这一会儿功夫。这么漂亮的衣服，可惜我们左夫人穿着不合适。你正巧赶上了，就应该好好试试。就是啊，来，我们来这儿看看。
漂亮的女孩，别说是温归了，就连我都要动心了。古瑞亚，你看看，我们阿才是不是特别漂亮啊？是啊，夫人。左夫人，阿才必须得回去了。看把阿才给着急的。那行，快把这件衣服给阿才包上，让她带回去。左夫人，这使不得。阿才，不要忘了，你都这么大的女孩了，要好好打扮自己。阿才，你就听我们夫人的吧。那阿才谢谢左夫人了。去吧。阿才，解忧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他不会是想跟温归私奔，故意躲起来的吧？没有没有，反正是大喜事儿，你早晚会知道的。喜事儿？左夫人，我们家公主有病在身，阿才就先告退了。夫人，药和药方我都留下了，交给常山，让他去处理。看来还真有事。左夫人，左夫人，古瑞亚，都出去。喂，怎么样？按照药方，的确是治疗风寒的。原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！但是药包里面的药，怎么了？阿胶、黄叶、黄岑，一个不少，是十足的安胎药。安胎药，怪不得阿才说是喜事儿。那他为什么没有禀告昆明，还说是中了风寒？这还用问吗？这一定是防着你跟我呀！解忧一定是想等胎儿足月之后再告诉昆明，好让我们没有机会下手。柳解忧，福运倒不浅呢，整天在昆明面前装模作样，不可一世，竟然比我先怀孕。古瑞亚，夫人请讲，把昆明请过来。哎，不急。怎么了？出去。喂，夫人，难道你想错过一个天赐良机吗？你的意思是让昆明自己发现？夫人英明。站住！站住！我要去见你们公主，通报一声。殿下，不用通报了。夫人她交代过，她得了风寒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我知道她得了风寒，我就是来给她送药的。快去通报！哎，殿下，实话告诉您吧，怀大人特意吩咐谁都不能进去，尤其是你。这个死冰块脸，怎么那么小气啊？我就得罪他2次，他不至于这么挤兑我吧？哎，阿才，阿才，过来。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解忧送药，不让我进去，你快说说。那我就没办法了，现在连昆明都见不上公主呢。那我见你总行了吧？我见你，我跟阿彩姑娘是多年的老相识了，我见她总可以吧？这，走，阿彩。哎，好久没好好说话了，好好的说说话啊。哎呀。
就住这儿啊？嗯，小手真嫩，不错嘛，啊？殿下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给你倒杯奶茶。嗯。殿下。解忧，我进来了啊！藏什么呢？你管呢？女孩子睡房，你怎么说进就进啊？我听说你得了风寒，特意弄了点上好的草药过来。哎呀，你说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我特意给你过来送点药，这难道也是罪过啊？啊，到底藏什么？你别管那么多了，我得了风寒，你赶紧走吧。哎，你得的是风寒，又不是瘟疫。再说病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你那么怕我干嘛？我告诉你，这草原上最怕的就是得风寒。来，把药吃了。对，我就是瘟疫。小心我传给你，快走吧。我不怕。阿彩，送客。这女人一旦无情起来，可比这草原上的风雪还冰冷啊！你认识我也不是1天2天了，趁我翻脸之前赶紧走，走啊！公主，殿下，殿下，让开！夫人的笛子一定有魔力，要不然怎么能吹出这么动听的曲子呢？昆明笑话我哪有魔力呀？我不信，让姑来好好看看。昆明已经连续半个月来我这儿了吧？怎么厌烦了？当然没有。我巴不得昆明天天来呢，那不就好了吗？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希望睁开眼就能看见你，闭上眼就能搂着你。可我作为乌孙左夫人，就不能这么想了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昆明天天来我这儿，我当然欢喜。可是这样就会冷落右夫人，朝廷上清汉派的大臣就会议论昆明，说昆明偏心凶民，这样对乌孙的国策不利呀。你说的句句在理啊。可是。这又不像你说的，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来吗？啊，恨不得把我给吞了。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大度？虎姑处处为昆明着想，昆明反倒笑话虎姑。除了这些大道理，虎姑还明白，
我和右夫人还有云谷特都有姐妹情分。云谷特她有孕在身，不能伺候昆明。可是右夫人，她心里会不舒服。小母郎，可头一回大度呢。说得好，我今天就听左夫人的，去看看解忧。我去找解忧，想必他再有什么疑难杂症，这半个月了，也该好了。那姑走了。解忧，解忧，昆明来了，怎么办？解忧，解忧，下。昆明，我看你今天气色不错，太晚了，咱们早点休息吧。我是好了一些，但并没有痊愈，所以你想说，你又不想侍寝了？昆明恕罪。你别恕罪了，应该恕罪的是我。我就不知道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，是不是因为我乌孙这水土不好啊，无法滋养你这个大汉的公主？不是。那你说是什么？不是这样的。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哪儿做错了，还是你根本就不喜欢在乌孙待着，觉得乌孙的汉子都不是真汉子，在你重病的时候也不能给你依靠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这样想的，昆明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解忧，你是来和亲的，可到现在我只看到和，并没有看到亲。我一直把你当作亲人，而你呢？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推三阻四，把我拒于千里之外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说呀！因为和，也因为亲。和是和睦的和，亲是亲生骨肉的亲。什么亲？你刚才说什么？解忧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一说太相还不是很稳定，所以一直不敢告诉昆明，请昆明恕罪。你说你有了？起来，别管什么太相不太相，有就是有了嘛！啊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以后不许你站地上，多凉啊！啊，对了，我们要赶紧选一个日子，给我们的儿子办一个喜宴，最盛大的喜宴，要是全乌孙，啊不，要是全西域，最盛大的喜宴。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的右夫人要给我生孩子了，要给我生孩子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吧？我们终于有孩子了。是啊，我们终于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了。马上。
给你自己也买上。将军，还喝呀？你喝个酒怎么那么啰嗦？信不信我把你发配到塔纳那儿陪人喝酒去？干！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想喝酒吗？知道。将军每次被右夫人赶回来，心里堵得慌，都要喝酒。蛋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因为我想明白一件事情。女人呐，她越是躲着你，越是不想见你，越说明她心里有你。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喝的倒挺自在呀！啊，父亲，来，今天我陪你喝一杯。你要喝酒？因为从今天起，我就放心了，你呢，就可以死心了。父亲，我这儿也没喝醉，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没有听见人们在奔走相告，右夫人怀孕了，昆弥马上要举行盛大的宴会为她庆祝。右夫人怀孕了，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她是昆弥的右夫人，这是迟早的事情。你呢，死心吧，把心思多放在家族的事业上。你，将军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解忧，解忧。哎，文圭，你怎么跑这儿来找我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听说右夫人怀上了昆弥的骨肉，我特前来道贺。好兄弟，你果然是个有心人。怎么样，要做叔父了，高兴吗？当然。右夫人，你既有身孕，就一定要注意身体啊。至于课嘛，少见一点。走了。在下恭喜右夫人。谢谢。拿过来，哎，夫人小心！哎呦，原来是左夫人啊，没伤着你吧？左夫人为人尊贵，眼光也高，千万一定要注意脚底下，别被石头啊、木头啊绊了一个大跟头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你就是解忧身边那个做买卖的，这场地搭得可真够寒酸的。还不如每年的赛马会呢。
你不会把金子中饱私囊了吧？要是让昆弥丢了面子，小心你的脑袋！左夫人多虑了。冯辽喜欢赚钱，但冯辽更喜欢看宴会呀。为了办成草原上最盛大的宴会，我赔钱我都乐意。哎，你看见那个篝火台了吗？它其实就是个底座，那上面还有大3丈高，比昆弥的宫殿还高。你别看我圈的场地小，那其实就是个内场，就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都是内场的一部分。到时候坐满了，哎，左夫人你别走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切。夫人，侯爷真有闲情雅致，居然在这儿摆弄汉朝的玩意儿。左夫人，这汉朝的东西未必都是不好的，比如这书法，它可以让人静心。静什么心啊？都烦死了。夫人，心静下来，主意自然就来了。行了行了，快说，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庆功宴呢？让他们办呢？不行，我才不助长刘解忧的气焰呢。连他手下的人都对我不敬，他岂不是要站到我头上了？我觉得这样挺好，站得越高，摔得就越狠。怎么摔？夫人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翁归和解忧从高处，嘘。跟翁归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这事儿要是少了翁归，这戏就演不出来了。我不明白。夫人，您怎么就不明白人言可畏的道理呢？孩子，翁归的孩子。夫人，您想啊，解忧为什么自己怀孕不告诉昆弥？昆弥不会不怀疑的。就算昆弥喜欢刘解忧，只要他怀疑自己的孩子有问题，那翁归跟刘解忧只有一条路，死路。那我现在就去告诉昆弥。哎，不急，你跟刘解忧不和，昆弥又不是不知道，所以眼下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人。需要谁？公主，公主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快说！云谷特流产了啊！又流产了？好事儿啊！怎么是好事儿啊？咱们正愁着找不着人呢，这不来了吗？云谷特，姐姐，你看，左夫人，哟，你怎么哭了？哭可对孩子不好。左夫人，哪里还有什么孩子？快拿走！怎么回事啊？左夫人，我一定是惹怒了祖神，祖神才会这么惩罚我。我的孩子，姐姐，你别这么说，你善良聪慧，祖神怎么可能惩罚你呢？倒是我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怀过孕，姐姐你还是有希望的。2次怀孕，2个孩子我都没有保住。你们下去。喂。姐姐，这恐怕不是命。不是命，那是什么？再不幸的人，也不可能3番5次的保不住孩子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有人在背后捣鬼。是谁？谁会这么恨我？倒不是恨你，要是恨你的话，直接报复你了。我看是盯上你肚子里的孩子了。我的孩子？是谁？
是谁？还能有谁啊？你这刚流产，她就怀孕了。解忧，是她？除了她还有谁啊？我看，她就是把你的孩子偷到她的肚子里去了。不，解忧不会这么对我的。要不我说姐姐你这么单纯呢？你想想，我们伺候昆迷都比她的次数多，为什么我们要么就是流产，要么就是怀不上呢？可在这个时候，她偏偏怀孕了。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？我们没有仇怨啊！你想啊，她是个汉人，我们都有西域的血统，汉武帝把她派过来，就是为了铲除我们，把吴孙变成汉朝的。她比我们更需要这孩子。那她简直就是个魔鬼！我要去告诉昆迷，我要去告诉昆迷！姐姐，你先冷静一点。昆迷是要自己的孩子，可是你生和解忧生都是一样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昆迷。哎，不必行礼，我来。昆迷，快坐。啊，没关系。云无特，你受苦了。以前都是我不好，之前对你疏于照顾，才让你这么一次一次的受尽折磨，都是姑的错。来，昆迷，刚刚失去孩子的时候，我觉得天都要塌了。可是现在看到你，我又有活下去的希望了。我还要给昆迷生王子呢。对，你这么想就对了。这才是我军须迷的女人。将来，你要给姑生好多好多王子。森格雅，下去吧。喂。我今天请昆迷过来，不只是祈求安慰，还有一件偶然发现的事情要告诉昆迷，以免昆迷受到侮辱。在这乌孙国境之内，有谁敢侮辱我呀？右夫人她怀孕了，并且有段时间了。我当是什么事呢？原来就是因为这个。这个事情，解忧早就告诉姑了。她刚怀孕的时候有些顾虑，所以才迟了几天告诉我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昆迷，恐怕不是迟了几天呢。这是我的侍女去药房为我抓药的时候，偶然发现的药方。你看，抬头上虽然都是些祛寒的方子，可是昆迷，你仔细看看，这全部都是安胎的药啊！上面的日期已经是大半个月以前了，也就是说，解忧在大半个月以前已经怀孕了。单凭一个药方，不能说明什么。啊，这件事我知道了。你想想，要不是上次你去把他逼问出来，他是不是还在说自己深感风寒，不能侍奉您呢？啊，这件事情，我只是觉得解忧不该瞒着您。凑巧的是，自从解忧怀孕的消息传出去之后，温归好像也没了消息。温归啊，
他从小就这样，喜欢跑来跑去的，他失踪也不奇怪。你跟我说的这事儿，我记下了，我会调查清楚的。不过这事儿没查清楚之前，你先不要跟别人说。是。你现在要做的，是调养好身体。至于其他的事嘛，就不必操心了。我有事，先走了。昆明慢走。昆明，天色已晚，您该休息了。啊。对了，木哈兹，问你个事。如果有件事，你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会怎么办？回昆明，那我宁愿它是假的。那你不允许这件事是真的，你又会怎么办？昆明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莫哈兹就是肝脑涂地，也要把真相给你查出来。不用不用。行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喂。你明明半个月以前就已经知道怀孕了，为什么要隐瞒？我没有想隐瞒。我看过你的驱寒药方，里面写的明明是一个安胎药方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为了防备。防备谁？防备孩子的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吗？不是。那是为什么？为了孩子。那你能亲口告诉我，这个孩子是我们俩的吗？昆明，你对解忧连这样一点的信任都没有吗？信不信任，这要看你。解忧不懂。王圭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，可在孕期这件事上，你为什么对我撒谎？是我让公主迟些日子再告诉昆明的。请昆明恕罪。怀某擅闯公主后宫，打扰了昆明的晚膳。怀将军，我敬你是汉臣，可是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怀某知罪，但是昆明，此事的确是我让公主这么做的，而且不得不这么做。你有什么权利让她这么做？回昆明，我大汉自高祖以来，后宫规矩一向如此。一来是为了避免假孕空欢喜，又有欺君之罪；二来是为了后宫的嫔妃不再争宠倾轧。昆明，这虽是下策，但不免是一条万全之策。哼，那连这孩子的父亲也要隐瞒是吗？昆明，我知道您是坦率的乌孙汉子，自然不会在意后宫的这些污秽之事。可是你要谅解我，我是大汉来的一个弱女子，除了你，我无依无靠，我只能处处谨慎。夫人这么说，就是不相信我了。
作为昆弥，你是万人的君王，可是作为男人，你却不是我解忧一个人的男人。当我害怕忧虑的时候，你可以无时无刻地陪在我身边吗？可只要你说，我就回来陪你。我可以这样想，但我却不能这么做。你还有大臣们和军务政务，还有其他的夫人，解忧怎么敢独自霸占着你呢？夫人果然是能言善辩。你这么一说，你们似乎都没有错了，是姑的错。我看，最近要为右夫人办的那个喜宴，就不用办了。云古特刚刚滑胎，我怕他听说这次宴会会身心憔悴。公主，这件事情，怀谋。快起来！公主，这事儿不怪你，不怪你。拆吧，拆吧，都拆吧！大商人真是名不虚传呐，搭得快，拆得更快。这宴会是办不成了，钱也赔了不少吧？谢左夫人关心，我冯良心上这么多年，这点钱啊，赔得起。省着点儿吧，有你赔不起的时候。一定要把这条消息传遍赤谷城的每条街每条巷。你们其中一个要是被查到了，不用我说后果了吧？都明白吧？明白了。下去吧。喂。哎呦，好久不见！你们来说说，咱们这个乌孙国最倒霉的男人是谁啊？我呀，我最近啊都输了11把骰子了。哎，你那算什么倒霉呀？我跟你们说，最倒霉的是我，2车好货，这路一滑，嘿，全掉到河里了。你们说的都不对，你们说的那些个跟我说的这个倒霉一比呀，那就是小巫见大巫。那你说的谁啊？咱们乌孙国最倒霉的男人是大昆弥啊！怎么不相信啊？啊？那你们知道咱们乌孙国的左大将军是谁吗？您说的是昆弥的弟弟翁归。哎，那你们又知道大昆弥的右夫人是谁啊？知道，大汉朝来的解忧公主，对吧？对。最近啊，这解忧公主她可怀孕了。哦。不过这孩子，这下你们相信大昆弥有点意思了吧？有点意思。你吃点东西吧，别等了，你这样会饿坏肚子里的孩子的。昆弥几天没来了？我刚才派人去问过了，昆弥说他政务繁忙，不能来了。昆弥不肯见我，说明他心里还有芥蒂。我怕长此以往对我的孩子不利。公主，公主，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一夜之间，赤谷城谣言四起，说什么？说，冯姑娘，你快说呀！怎么吞吞吐吐的？说右夫人肚子里的孩子。我孩子怎么了？孩子没怎么样，只是跟翁归将军扯上了关系。翁归？公主的孩子怎么可能跟翁归扯上关系呢？别说了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咱们快去找昆弥，让他把散播谣言的人抓起来。你想想，这个事情为什么一夜之间传遍了赤谷城？一定是有人故意的。对方是有备而来的。那翁归呢？他听说了吗？
他性子急，可别做什么傻事啊。这我还真不知道。那你赶紧去告诉翁归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冲动。嗯。启禀夫人，左大将军求见。翁归，快请他进来吧。你去告诉他，我不见他。为什么要解忧？你去告诉他，我不见他。快去啊！快去啊！昆弥，如今一夜之间，谣言四起啊，都指向什么？说呀！臣不敢说。昆弥，如今一夜之间，谣言四起啊，都指向什么？说呀！臣不敢说。昆弥，流言处处有辱昆弥，小侯已经下令严加查办。昆弥，坊间传言都是一些市井贱民的恶毒言语，不可信啊！哎，大陆，先别着急，是不是流言，我们大家一听便知。常山，在。到底是什么流言呢？跟大家伙儿一起说一说。现在赤谷城内流言纷扰，很多人都说右夫人腹中的孩子怎么了？和昆弥无关。昆弥，王子的血统事关我乌孙的传承，不容有半点动摇。现如今，如不能将谣言扑灭，即便右夫人诞下王子，我乌孙的未来也难以稳固。望昆弥早做决断。是啊，昆弥，您发话吧。昆弥，右夫人刚刚怀上孩子，就谣言四起，不能不让人猜想是有人恶意为之。臣以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治谣言，抓奸恶，何必要跟一个还没有降生的孩子过不去呢？估计太累了，退场吧。解忧，你不是有话要嘱咐他吗？为什么不让他进来？现在可是最好的机会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夜之间传遍了赤谷城？一定有人故意而为之。他们说我的孩子不是昆弥的，而现在我又跟翁归走得太近，岂不是中了他们的计？你要防的是谣言，不是翁归。你们是清白的呀。阿彩，现在我们自己知道是清白的没有用，关键是昆弥怎么想。如果昆弥起了疑心，这件事就不好办了。那我们去找昆弥说清楚。你让我再好好想想。太给乌孙丢脸了！你们说什么呢？怎么了这是？他儿子好像不是他的，真的啊？是要胡说，真是我也胡说了，就是嘛，真够乱的，可不是嘛？说什么呢？说来听听。说，怎么不说了？我就说了，怎么着？让你说，说。家的家事，谁要再敢多嘴，就这下场。滚！禀昆弥，这些是常山西侯和那林雨侯送来的条陈，还是在说今天白天那些事。
都拿下去，我一个都不想看。昆明，有些话，莫哈斯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昆明要给那些大臣一个交代，否则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让那帮家伙都闭嘴的。属下告退。解忧，其实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都想问你。问吧。那你不许生气。不生气。你真的想生下这个孩子吗？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。我只告诉你一个人。当我刚刚得知自己怀孕的时候，我不高兴，我害怕。害怕？我害怕从此以后，我只属于昆明一个人。我害怕我再也没有资格去想温贵，我怕他伤心。你果然还是放不下的。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我感觉这个孩子在我身体里长大，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他。我知道，在他小小的肩膀上，不但承载着乌孙的未来，还有西域的和平，所以，我才会不顾一切的要保护他。你放心吧，他一定会好好的。可是有件事情我想不明白，我怀孕的消息是怎么传到云古特耳朵里的？还有，那张药方，医术是那么小心的一个人，云古特是怎么得到我的药方的？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，我还要去给公主送药呢。这是什么药啊？阿彩姑娘，送药也不差这一会儿功夫啊。解忧到底得了什么病呢？反正是大喜事儿，你早晚会知道的。喜事儿？公主，公主，现在怎么样？外面现在谣言四散，可是毕竟昆明还没有表态，所以公主不必太急。我想过不了多久，流言就会不了了之的。那翁归呢？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了。这家伙现在在街上到处打人，嘴里也是毫无顾忌。他本意是想阻止流言，可是结果欲盖弥彰了，对吗？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，不能再让他这么胡闹下去。殿下是昆弥的弟弟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是别人倒还好，就因为他是昆弥的弟弟，所以才更危险。可殿下的性子应该是不听劝的呀。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。昆弥，现在流言很多，整个赤谷城内人心惶惶，请昆弥下旨，小侯愿为昆弥排忧解难。是啊，昆弥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但也不会让奸人毁了咱们乌孙王庭的清白。昆弥，你是该给世人一个态度，免得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制造谣言，扰乱朝政，更是离间你和右夫人的关系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大陆保证还右夫人的清白，抓住制造谣言的祸首。大家都不必着急，现在要说生气，最生气的是姑。姑恨不得把那个制造谣言的人给拉出来砍了，可是姑不能这么做。但是姑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：你们都说自己知道真相是吗？姑这里有一锅汤，你们来帮姑看看，这锅汤里都有些什么？谁想上来？昆弥，
我来。好，你来。你看看，这锅里都有些什么？臣看不清。下去吧。哼，已经被搅浑了的汤，谁能看得清楚？大陆说得好，这搅浑的汤确实没有人能看得清楚，就像现在的真相一样。那什么时候才能看清呢？那咱们得等，等到这该沉的沉下去，该浮的浮上来，那到时候就会一目了然。大家自会知道，这到底是一锅好汤，还是一锅坏水。都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哎，客官。殿下，阿彩，我去你府上找你，才知道你在这儿。去我府上找我，是公主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。她想见你。我之前去你们府上，她怎么都不见我？怎么这会儿她想起来见我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到底去不去啊？不去我走了。等一下。我去。那还不快走？小二结账。哎，将军，将军，您走就好，这酒钱不用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我是那种喝完酒不给钱的人吗？钱给他，下次还来。还来啊？嗯。殿下，没有右夫人的命令，您是不能进的。什么叫我不能进？你不知道是右夫人叫我来的，我凭什么不能进？等了这么久了。这我们不知道，右夫人并没有传令让您进去。右夫人没给你们传令是吧？行，我给你们传令。带我进去。真的不行，殿下请别为难我们。不想活了是吧？殿下，阿彩，殿下你来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么着急忙慌把我叫过来，我等这么久了又不让我进去，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公主就说让你等着。公主她是为什么呀？她到底怎么了？啊？公主没怎么。那为什么不让我进啊？公主就说让你等。等，我等这么长时间了，公主会不会不在里面？她是不是被昆迷带走了？你们谁敢骗我就死定！别乱猜了，殿下！殿下，你不能进去！让开！殿下！殿下！怎么这么吵啊？回禀右夫人，左大将军翁圭急着要见你，卫兵不让，于是他就闯进来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喂。为什么叫我来又不见我？才半天时间就嫌长了吗？我没嫌时间长，我担心你。你让我来了，让我在门口等着不见，我担心你是不是在里边出了什么事情，所以你就不顾卫兵的阻拦，生闯进来，对吗？别说你这卫兵，昆迷的卫兵我也不会放在眼里。我今天这样做，就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疑心。疑心？人人都有疑心。现在疑心重重的不应该是你，而是昆迷。你说那些谣言吗？现在赤谷城内谣言纷纷的指向的是你和我。昆迷能没有疑心吗？你在这个时候故意制造事端，只会让他疑心越来越重啊。那所以我就应该什么都不做，眼睁睁看着他们胡言乱语。你做的越多，昆迷的疑心就越重。所以你才不见我。我知道了，你叫我来又不见我，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。
你明明可以直接告诉我，不必让我等那么久啊！我不让你等半天，你能静下心来听我讲道理？解忧，你知道吗？你变了。对呀，我是变了。以前的我，做什么都只考虑我自己，甚至连自己都不顾。只要我认为是对的事情，就一定会去做。可现在不一样，现在跟以前一样，你还是你，我还是会在你身边帮你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，我现在是一个母亲，我要为我肚子里的孩子安危着想。我知道你现在不能体会我的感受，也许有一天，你自己做了父亲，有了你的孩子，你就会懂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多希望那个谣言是真的。我听到他们把我们放在一起谈论的时候，我挺开心的。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不会胡闹了。为了你，也为了你的孩子。谢谢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可是以后这些话再也说不得了。夫人真是天生丽质，这衣服也是量体裁衣，您穿什么都好看。有事儿快说。夫人，咱们的计划没有奏效。昆明夜夜都在我这儿，难道不是效果？是，夫人的魅力自然是无人能挡。可解忧现在还逍遥快活呢，流言已经传遍了整个赤谷城，昆明竟然跟没事人一样，真不愧是乌孙君王啊！昆明岂是你我能比？解忧她怀孕了，怕什么？我现在是昆明最宠爱的女人，还怕没有孩子？是。夫人有了昆明的血脉，那是上天的恩赐。小侯担心的是，解忧有了孩子以后，那乌孙就有了大汉的血统。我担心，万一有一天草原被大汉吞并，你小声点。你平日足智多谋，现在可有良策？有句话叫“女人心，海底针”。小侯无能，所以就来请教夫人来了。这就对了。女人的事情，我有女人的办法。小侯告辞了。哼。昆明，请用膳。啊。昆明，去看看，什么人在叫？喂。禀昆明，声音是从左夫人房间传出来的，好像有人在受刑。
饶命！住手！带上。喂，昆弥驾到！拜见昆弥。虎姑好威风啊！看来我乌孙以后的刑罚都交给你管，好不好啊？外面的是什么人？那是我的仆人。仆人？他犯了什么罪？你要这么对他？都是一些小事。小事你就能把人打成这样？那你说说，他犯的到底是什么小事？他说的也是小事，是我小题大做。不要吞吞吐吐的，快说。昆弥，我不能说。荒唐！你敢动私刑，却不敢说出理由，这像是一个左夫人该干的事吗？昆弥息怒，我说，这个人散布谣言，近日被我抓到了。什么谣言？昆弥还是别问了。快说。他说，如今右夫人怀孕，肚子里的孩子却不是昆弥的。这个人胡说八道，污蔑了右夫人的清白，我实在是气不过，所以才惩罚了他。没想到惊动了昆弥，没想到这事儿都传到宫里来了。昆弥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这样的人是该罚。师姑错怪了你，夫人不要往心里去。我的仆人做出这样的事，是我管教无方，昆弥应该惩罚我。这不怪你，怪只能怪他胡言乱语。以后这样的事不要再传了。喂。门外又有人说闲话。别管了，随他们去吧。不是，我说随他们去吧。是。今儿这是怎么了呀？怎么连打架的兴致都没有了？这可不像你。是，确实不像我。我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去，再跳。这个大冤王就是个十足的蠢货，为了马匹和金子，竟然杀了汉朝使臣。昆弥息怒，既然是大冤王惹的祸，那汉朝自然会去讨公道，跟我们乌孙不相干啊。你不了解这个汉朝皇帝，他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，他一定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。哎，哦，做什么文章啊？母后拜见太后。孩儿多日不来看我，原来是忙着做文章呢。哎，哪里啊？
母后，请母后恕罪。昆弥为乌孙子民操劳，这有什么罪呢？木哈兹，我要和昆弥说说话，你去帮我热杯羊奶。喂。母后来是有什么要紧事吗？要是说要紧，它已经发生很多天了；要是说不要紧，它确实是对我们王族不利。母后指的是外面那些流言蜚语吗？这些可怕的话，如今已经传到宫廷内。你不告诉我，是怕我啰嗦？哎，哪有啊！我是怕这些事惹您烦心。这些个流言，就像酒里的沉渣一样，只要不搅它，时间一长，自然沉下去了。可是这些可怕的话，如今已经变成怀疑的种子。如果任它生根发芽，怕是会后患无穷。就是些流言，哪有那么可怕呀？流言说解忧肚子里的孩子是温归的骨肉，这不可怕吗？当年先王列焦弥去世，大陆不满你继承王位，拥兵割据。那时的你还年幼，可我却终日担惊受怕。那都是陈年旧事了。现在大陆很本分，而且王相做得也很好，我看他不会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了。将来王子出生，满朝上下都传言他是温归的儿子，大陆的孙子。到那时候，你敢担保大陆没有非分之想吗？我在乌孙王庭这么多年，风风雨雨见得太多了。政权就像一座石头搭成的高塔，看着坚不可摧，但是只要根基不稳，倒塌只是一瞬间的事。母亲说的是，这些孩儿心里都清楚。好，你清楚就好。我来就是提醒你，你是乌孙的昆弥，你不能赌博。倘若有什么你不好决断的，就交给我。哎呀，这些医术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，安胎和保胎的分不清，写的真是晦涩，比针灸还难懂。你干嘛要自己学这个呀？按照医说的调理不就行了？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，知道这里面的道理，对孩子肯定好。你真是天底下最用心的母亲，生出来的小王子啊，一定像小牛一样壮。我希望他将来勇敢坚强，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那要是生的是个小公主呢？那也一样啊，他要会骑马，会射箭，最好还要会一身功夫。那不是生了一个小冯辽吗？那可不一定，也许还会顶碗走钢丝。参见公主。怀大哥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些医书里面有些我看不懂，你教教我。公主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如此悠闲？我听见一些士兵在谈论你和温归的事，这就说明谣言现在已经传进了王宫。如果让昆弥知道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昆弥一定比我消息灵通，这谣言都四起了，他还没有问我半句，说明他信任我。何苦呢？何苦因为别人的谎言而害怕呢？右夫人，穆哈兹求见。请进。拜见右夫人。可是昆弥有什么吩咐啊？右夫人，昆弥请夫人进宫说话。啊，那你回禀昆弥，我准备一下就去。解忧拜见昆弥。你怎么才来啊？啊，都叫你半天了。我在找一卷书。书？对，这卷书可以答疑解惑，可以让人平心静气。
什么书有这么大魅力啊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外面都已经流言四起了。你不来找我辩解，却去找什么书？列子。书里说的是，从前有一个人，他丢了一把斧子，他怀疑是他的邻居偷的，因为怀疑，他怎么瞧他的邻居，都像是一个小偷。可笑的是，后来这把斧子找到了，并不是他的邻居偷的，因为他不再怀疑，所以他怎么瞧他的邻居，又都不像是一个小偷。你是想说，姑就是那个掉斧子的人？无论你怎么解释，都不会相信，是吗？何须解释呢？时间长了，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。昆明现在不相信我，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你都不会相信我，所以还不如什么都不说。我原来想的跟你一样，以为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说，时间长了，真相自然会显现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现在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危险了。叫你来，就是想让你自己说清楚。哼，没想到我到了乌孙这么长时间了，昆明对我连这点信任都没有。我要是对你没有信任，就不会在这里听你讲故事了。现在不是让我相信你，是要让全乌孙的人相信你才有用。我虽然是乌孙的君王，可是我无法控制别人心里想什么。我看这样吧，你最近就在寝宫里待着，哪儿都不要去，免得遭人非议。再说你现在怀有身孕，也不方便，明白吗？姐有谨遵昆弥旨意。我把我全部的身体奉献给了乌孙王君须弥。除此之外，我并没有碰过其他任何一个男人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。干嘛呀？爷今天不想揍人，滚！哎，这位客官别生气，里面这个人啊有几个臭钱，我这就叫其他姐妹来伺候你。父亲。哟。多大人了，还叫父亲在妓院里待的？赶紧走开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父亲，您怎么来这儿了？难道我愿意来？堂堂的乌孙相国，到妓院来找我的左大将儿子，死了，都没脸见到祖先。哎呀，别老把死不死的挂在嘴边，这多难听啊！我到这儿来是有原因的。我在这儿能听到好多王宫里边探听不到的消息，见到好多见不到的人。呸！你到这儿来，就是来寻欢作乐的，还狡辩！我，赶紧跟我回去。宫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还不是你跟那个解忧的谣言满天飞。昨天。解忧已经被昆弥软禁了，后面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乱子。啊，解忧被软禁了？你可不许胡来啊！现在跟我老老实实的回去，专心练兵，整顿军务，这对你才是最好不过的。父亲大人教训的是，我不应该莽撞行事，我这就跟您回去。明白事理就好，赶紧走。父亲，
您先在楼下等一下啊。你可不是跟我耍心眼啊！你想跑？我得结账啊！我待这么多天，总不能不结账吧？要不，您跟我一块儿去？去，跟你丢不起的人。跑了！文贵殿下，你不能过去。怀殿杀，是不是我上辈子欠你的？为什么无论要去哪儿去干什么，总有你拦着？你让开，我要去见昆明。文贵，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但是今天奉了公主的命令，必须要在这儿拦住你。胡说八道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公主她被昆明囚禁了，眼下只有我能去救她，为什么要拦我？你要再不让开，可别怪我动手。这还没说到3句话呢，就吵吵要动手。好，我问你，见到昆明，你跟他怎么说？当然是让他放了解忧，让他去抓那些制造谣言的小人。就是因为你这个性子，所以公主才让我拦住你，免得害人害己。我怎么害人害己？公主现在确实被软禁了，但是并没有危险，昆明也没有逼迫她做什么，只是说事情查清楚之前不让四处走动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但是如果现在你轻举妄动的话，一定会刺激昆明，让那些暗中的人有可乘之机。这样不仅会让你遭到怀疑，连公主和孩子都可能遭到不幸。你说是不是害人害己？请回吧，公主的事由我。你就能确保万无一失吗？总比节外生枝要强。好，我且信你一次。可是怀天杀，你听着，公主这边若有半分危险，我可顾不了那么多。公主，左夫人来了，请进。姐姐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和昆明有些误会，我们是姐妹，我当然应该来看看你啊。快请坐。姐姐真是太客气了。虽然我被禁足，但昆明仁厚，这里什么都不缺。那可不行，你不心疼自己，也要心疼肚子里的孩子啊。我那儿还有我家乡的兽皮毯子，别提多暖和了。我送几条给你。姐姐太客气了，我这里真的什么都不缺。你是看不起我们匈奴的东西吗？怎么会呢？那还是看不起我这个匈奴女人呢。姐姐真是会说笑。那就别客气了。阿才，麻烦你跟我去取她。我去吧。谢谢姐姐。不用客气。速去速回，去吧。阿才，在这儿等我一会儿。古瑞亚，我们进去挑毯子。夫人，我们一定要拿最好的给他们吗？这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人家现在有难嘛。夫人，
你为什么要对解忧这么好？他已经失宠了，以后也不能跟你一起平起平坐。你懂什么？昆明想处罚的根本不是解忧，现在把他关起来，只是做做样子。今后他还是右夫人，这关系当然得弄好。做样子？那昆明真正想处罚的人是谁呢？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温归了。温归是最能威胁昆明王位的人，只要抓住孩子的事情不放，温归就永无抬头之日。阿彩，这是我挑的上等货色，让右夫人不要客气。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来找我。谢左夫人，阿彩先告辞了。左夫人，你确定他都听见了吗？看他丢了魂儿的样子，能没听见？解忧，听说昆明不让你私下走动，我特意过来看看你。解忧给太后请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别委屈了孩子。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呢？应该多喝一些温热的东西。唉，身边怎么连个侍奉的人都没有啊？阿彩去胡姑那儿了，刚才胡姑来过了，说天冷了，非要送我一床毯子。哦，她这才有个做姐姐的样子。边昆明，左夫人刚出了右夫人的帐篷，太后就进去了。太后？太后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哦，你被昆明禁足了，我过来看你，顺便带来一些乌孙古方的安胎药，很灵验的。太后之前不是告诉我，在这乌孙王庭，最忌讳的就是安胎药吗？这个不一样。这是在乌孙流传了100年的古方，与众不同，真的很灵验。来，你来试试。那解忧谢过太后了。解忧，母后。昆明，先坐下。孩儿给母后请安。哦，免礼吧。啊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太后特意过来给我送一些乌孙的安胎药。哦，母后啊，我看还是别喝了吧。因为解忧的药一直是汉医抓取的，突然服用乌孙的药，会不会有什么冲突啊？我看还是别喝了吧。这有什么不妥啊？天下女人的肚子都是一样的，安胎药之间能有什么冲突啊？这天下的事也很难说，现在还是谨慎为好。我就是为了谨慎，怕出意外，才给解忧来送药的。这可是我老婆子的一片心意啊！是这样的，其实最近我也看了一些医书，无论是乌孙还是大汉，安胎药的药力并不相冲，没关系的。说的有理，不过这药现在有些凉了，药不能凉着喝，还是热一下再喝吧。木哈子，昆明，去把药热一下。也对，就算是
大汗的药也需要热一下再喝的。还是昆弥想的周到。解忧，嗯，来坐下。我来吧。怎么那么烫？昆明息怒，都是我的错，热都热不好。昆弥，穆哈兹肯定不是故意的，别生他的气。今天，看在右夫人的面子上，先饶了你。记住，以后所有的药，去太后那里去，亲自熬给右夫人喝。是昆明，下去吧。好了，一碗药算不了什么。我累了，我想回去了。我送你，太后。不用了，你保重身子要紧。母后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阻拦我？那毕竟是个无辜的孩子，而且我相信解忧她是无辜的。刚才您离她那么近，您从她眼神中看出欺骗和背叛了吗？你的母后是一个老眼昏花的老太婆，我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，这都不重要。但我心里很清楚，如果打掉这个孩子，一切危机都将化为无形。如果生下这个孩子，我无孙王庭的血脉可能就要被改变。这样的账，昆明你自己算不清楚吗？可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啊！其实这些能算清楚的。母后，我相信解忧，我希望您这次也能相信解忧。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。你想相信解忧，可你却把她软禁在自己的寝宫里，你根本就不相信她。你既然今天不信，将来你也不可能信。等到那个孩子出生，他的身世之谜就会像魔鬼一样折磨着你，一直到你死，你都不会明白这个王位是不是继承给了自己的孩子。母后，可是我不能这么做。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是心慈手软，可是当别人帮你动手的时候，你又拼了命的阻拦。昆明啊，儿子，你是爱上这个女人了，你现在是拿王位和整个家族来做赌注。如果这就是你的为君之道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您放心，我不会拿家族做赌注。但是，您让我再考虑几天。你是昆弥，任何事情都在你的一念之间，谁也做不了你的主。那碗药是什么？你回去就知道。我老了，只能做这么多了，剩下的都在于你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昆弥，
刚才太后离开的时候，特别不开心。我知道，刚刚在外面，我就跟她道过歉了。你不必紧张，太后乃无孙之母，她亲自送来的药怎么会有问题呢？是，她是这个孩子的奶奶，她怎么会对自己的孙子下手呢？哦，对了，先不说这个了，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，是关于2句诗文。我记得汉朝有一个古书里面写过这么2句话，是什么记不得了，大概的意思是：要治理好国家，得先管理好自己的家族，是吗？《礼记》里有记载：欲治其国者，必齐其家。说得好。以前看这2句话，我很不以为然，现在看来，确实如此啊。这家要出了事，那国家也不安定。其实你家里并没有不好的事情，只是有人故意挑拨，制造事端。你说的没错。所以越是这样，我们越是要小心，不能出错，不能给那些人机会。昆明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解忧，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生下我的孩子，对朝政会不利。昆明，我现在要先保护乌孙，然后再生你。昆明，这是你的孩子。我知道，可是，在乌孙和家族之间，我必须要做出选择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相信我，也相信你自己，好不好？我相信你没用，要整个乌孙相信你才行。解忧，你听我说，你还年轻，等这谣言过去以后，你还可以再生。我真没想到，这样的话，居然还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。我以为我嫁给了整个乌孙最顶天立地的男人，谁知道这个人竟然连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保护不了，是吗？是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我是乌孙的昆明，可我现在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。我要是平常人家的汉子，就算豁出这条命，我也要保护我自己的孩子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你忍心杀掉自己亲生的孩子。你听我说，这事儿我决定了，但是我不会逼你。我只能从另一头断了这个谣言。你知不知道，温归也是这场谣言里的受害者？可我必须要做出牺牲。我只想你明白，有些事情不能两全。去吧，去吧。为了所有的人，为了你自己。姑娘不能进！哎，王贵将军不见客。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见到殿下。哎，姑娘请回吧。殿下，殿下，阿彩求见。哎，姑娘请回吧。殿下，阿彩求见。别拦着我！
殿下，阿彩，怎么了？让他进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嗯，哎，这到底怎么了？把你急成这样？殿下，你有危险了，快走吧。我有什么危险？今天昆明去找公主了，他逼着公主。逼着公主干嘛？他逼着公主把孩子打掉。为什么呀？我听说昆明这不是针对公主，而是趁机要处置你。处置我？殿下，你想啊，昆明要公主打掉孩子，就是怀疑孩子的生父不是自己，那就是在怀疑你啊。殿下，我求你了，你快走吧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阿彩，虽然不知道你这话从哪儿听来的，不过如果真是这样，倒是一件好事情。好事？要是我这颗脑袋能够保解忧的平安，我这就提了他去见昆明。哎，殿下！玉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先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费了。昆明，温归殿下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跟他说我政务繁忙，不见他。温归殿下说，若是见不到昆明，他就不离开。他这是又要胡闹了。让他进来吧。喂。王兄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是有什么紧急军情要报吗？我今天来找王兄，不谈军事政务。听说我要当叔父了，我在想给这孩子送点什么礼物好，又拿不定主意，所以想来找王兄商量。你说我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好呢？啊？这事儿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我是孩子的叔父，我不操心谁操心？这个孩子，他不会出生了。王兄，难道你真要像传言中那样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？我也是迫不得已。就为了那些市井流言？不，是为了乌孙的血脉。王兄，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，一个男人对外要能打有担当，对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妻儿。你自己说的话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我当然没忘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他们，总比这个孩子出生以后，在背后还要被人指指点点的好。你是乌孙的昆明，只要你下一道令，论王子身世者斩，我看还有谁敢胡说八道？你想的太简单了。这么做是可以堵住别人的嘴，可堵不住人的心。是。论心机计谋，我不如你。可是若换了是我拼了自己的命也会保护好自己的妻子孩子。够了！你跑到这里来指责我的家庭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更何况，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去责问你，你都跑来先责问我。王兄想知道什么，尽管问好了。还需要问吗？流言都传成这样了，你宁可选择相信那些流言，也不相信自己的兄弟妻子。就为了那些流言，你要亲手杀死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？我也不想这么做，我也想保住这个孩子。为了这件事，我绞尽脑汁。可是现在王庭上下，包括太后，都不同意这么做。
你以为这些事儿你没责任吗？要不是因为你这些言行，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若是温归有错，王兄尽管责罚温归好了。晚了。木哈兹，木哈兹，昆明，把姑给右夫人准备的打胎药给她送过去，10日之内必须服下，否则她将与温归以通奸罪处置。王兄，你不能这样！这事已经定了，不能更改。右夫人，昆明的旨意，这碗药10日之内，夫人必须喝完，否则就按照私通温归的罪名论罪。这是干什么？这么重大的事情，昆明居然自己不露面，让你来送一碗药，这什么意思？怀天杀，我刚才所说的全部内容就是昆明的旨意，昆明不会。岂有此理！你们这简直是灭世大汉！够了。穆哈兹只是来传达昆明的旨意，不要难为他。右夫人说的是，如果没别的吩咐，穆哈兹退下。退下吧。公主，都是我的错。要不是我自作聪明，非让公主隐瞒此事，就不会给那些想害你的人可乘之机。都是我的错，请公主降罪。你跪着有什么用啊？现在的问题是，这碗药怎么办？也许过几天昆明就消气了呢。对，公主，这碗药你先别碰，明日一早，我就以大汉特使的身份去面见昆明，我会逼他收回成命。万万使不得！这个时候激怒昆明，不但救不了我的孩子，还会连累温归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一定要救我的孩子。我错了。看来你还觉得自己错得不够远，居然又追到这儿来了。我就是觉得自己错得太远了。我原本以为只要胸怀坦荡，怎么横冲直撞都没错，可是没想到害了你，害了无辜的孩子。你知道我这辈子做的最少的事情就是后悔。可是这一次，我真的后悔。如果要后悔，就应该后悔当初实在不应该躲进我的箱子。如果有再一次的机会，我宁可被乱刀砍死，也不会躲进你的箱子。如果真的可以重来，我还是会救你的。我今天来这里，就是要做最后一件让自己后悔的事。你什么意思？明天，我就会去找昆明认罪，请他削去我的爵位，罚我去深山守卫，再也不回来。你放心，以我今天把他气成这个样子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你不能走，你走了，那些背后捣鬼的人就赢了。昆明他一直在提防我，所以他才会被人利用。我走了，他就放心了，以后也不会再为难你了。你真是个胆小鬼，闯了祸就想要逃避。我不是在逃避，
我这是为了保护你。你就是在逃避。前几日谁挥着拳头说要揍这个揍那个的，如今真出事了，你就害怕了？我不怕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打架杀人都不在话下。我唯一害怕的是怕会伤害到你。你已经伤害我了，现在你应该想怎么补救？怎么补救？留下来跟我一起，跟那些坏人斗下去。你走了，这乌孙王庭，我还有谁可以依靠？我还可以相信谁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你告别。我们道了多少次别了，数也数不清，没有一次真的做到。我想，这也许就是上天的旨意，他要让你留在我身边，一直守着我，护着我。我还剩10天了，我恳请你留下来，跟我一起面对。李广利，末将在。此次出征，关系到我大汉在西域的威望，许胜，不许败。记住。末将铭记在心，不获全胜，绝不本事。路过乌孙，提镇看望一下解忧公主。诺。好。吉时已到，大军出发。遵旨。大人，一封敦煌来的书信。公主，得救了！什么得救了？孩子得救了。可否有什么消息？公主，请看，李广利率大军征讨大渊，现在已过敦煌。要不了几日，便可抵达乌孙。我朝大军一到，看谁还敢逼迫公主！太好了，公主，这简直就是神明保佑啊！你怎么了？怎么还是不高兴？是福是祸，现在还不知道。大汉皇帝派了使臣，带着黄金前去大渊买天马。可大渊王见财起意，杀了使臣。现在大汉率了军队，要讨伐大渊国。昆明，老臣觉得大渊王误寡，贪图钱财，不计后果，那是自讨苦吃。我乌孙与汉朝多年交好，没什么好紧张的，等待战争的结果就是了。孤本来也以为可以只身失败啊，可是大汉的李广利将军刚刚送来书信，说要向我们乌孙借道。昆明，这事儿万万不能答应啊！我乌孙在大渊的东北，汉军从敦煌出发，直奔大渊。借道乌孙明显是没安好心。咱们自己打开城门，成千上万的汉军进来，我们就是任人宰割呀！
侯爷说的也太吓人了吧！汉军借道乌孙，无非为的就是补充给养，能够一举拿下大渊。为什么要加害我们乌孙呢？大陆都没见过这个李广利，怎么能看穿汉军的心思呢？你请大陆不要拿乌孙上下的安危去打赌。昆明，小侯有个办法，可以两全其美。哦，你说说看。回信李广利，就说兵贵神速，为了不耽误汉军的战机，咱们把补养集资放在途中，请汉军直奔大渊。这倒也是个办法。我看这不是个办法。昆明，依我看来，常山西侯这个办法看起来两全其美，实际上是愚人愚己，愚蠢至极。这样才是在拿乌孙的前途做赌注啊！那左大将，您倒是出个办法呀！道理很简单，就好像是有朋友不远千里来找你，说要在你家借宿一宿，可是你却说别来我们家住，我把干粮给你放半道上，你吃完就走。请问你会把这样的朋友当朋友吗？双方之间的往来，怎么能和平民百姓一样呢？道理到哪儿都一样，你怎么对人家，人家就怎么对你。汉朝拿不拿我们当朋友，还得看我们自己了。昆明，温圭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其实我们跟汉朝之间要相互信任，这样的话，乌孙才能得利。如果相互猜忌，那吃亏的一定是乌孙。我看这样吧，借道一事还是应允了大汗，但是他们的军队只能在城外驻扎，不能进赤谷城，这样也显示我乌孙的诚意。好，这事儿就交给温圭去督办。喂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各位回去看好自己的手下，让他们不要胡言乱语，随意非议汉军的来意。喂，退下吧。常山拜见左夫人。侯爷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，万一被昆明撞见都跑。啊，夫人请息怒，我是有要紧事要和你说。说，汉朝要借乌孙攻打大渊，昆明已经答应了。汉军要来赤谷啊！我们费了那么多心思，为何昆明还是要拉拢汉军呢？是啊，你说这解忧这时候正被逼着拿掉孩子呢，这汉军一到，他会怎么做呀？当然是仗着娘家的势力保住孩子。夫人，咱先不说这孩子能不能保住，咱就说汉朝的将军要把这事儿告诉皇帝，那乌孙和汉朝的结盟就算完了。到时候得利的会是谁呢？你一早就是这么打算的吧？夫人多心了，小侯是处处为匈奴跟乌孙考虑，当务之急是把汉朝借道乌孙攻打大渊的消息告诉单于，还请夫人多多留意昆明的一举一动，这样咱们才能随机应变呀。有一件事情希望侯爷谨记。夫人请讲。不可以对乌孙不利。夫人的意思，小侯明白了。小侯一直以为单于和昆弥在夫人的心里同样重要。我当然效忠于义父，可昆弥是我的男人，我不希望。女人嘛，谁会不爱自己天天侍奉的男人呢？更何况夫人侍奉的是昆弥，只是小侯不希望看到夫人的爱付之东流。你的意思是，昆弥只爱解忧？昆弥好像也不爱解忧。那他爱谁？他爱的不是哪个人，是权力。权力？谁能给昆弥权力，谁能巩固他的权力，他就爱谁。左夫人，
您为什么现在是左夫人，解忧是右夫人？就因为匈奴能让乌孙稳定强大。如果有一天匈奴衰弱了，那右夫人说不定就变成左夫人了。所以小侯恳请左夫人三思。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权力的游戏而已，而左夫人的爱，跟匈奴和乌孙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。小侯告辞了。你可没看到啊！我当时那一番慷慨陈词，完了之后他们的反应，看把你得意的。我不是得意，我是高兴啊！这汉军一来，你这孩子就保住了。你真觉得昆弥给汉军让路，是因为你话说得漂亮？说到底，他还是害怕汉军的威严。如果这个时候我去跟昆弥谈条件，那不是要挟他吗？那他怎么跟我们还有亲近之情？我还怎么做这个和亲公主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能不能不要管这些，先把孩子保住再说？为了孩子更不能这么做。一个父亲不情愿生下来的孩子，将来会受多少苦，可想而知。我在市井人家长大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：靠娘家的权势压住自己的丈夫，无疑是在家里埋下祸根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越是在这种时候，越要听昆弥的话，尊敬他，用情用理让他相信我，让他怜爱这个孩子，而不是让他害怕。怎么了？你又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在想，什么时候你可以放这么多心思在我身上？我现在的心思全都在孩子身上，我只希望他健康的长大。你知不知道，你马上就要当叔父了？别再让我为你操心了。赶快走吧，别耍小孩子脾气了。一会儿昆弥来撞见你，怕是又生枝节。那我不送了。将军，前方就是赤谷城。将军，前方那些旗子就是迎接咱们的。不要小看这些蛮夷小国，陛下叮嘱我，得乌孙者得西域。现在开始，打起精神，别扫了大汉的威风。诺。走，撤，撤。末将2师将军李广利参见昆弥。将军一路车马劳顿，辛苦了。不足挂齿。末将要感谢昆弥仗义借道，我大军能好生休息补给，更是稳操胜券。将军率正义之师来讨伐奸佞，岂有不迎之理？早就听说李将军乃名门之后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气宇轩昂，有大将之风啊！昆弥过奖了。李某只想报效皇上，打胜仗。昆弥，你可还记得张骞？当然记得。我记得10年前
张骞到乌孙的时候，也像将军这样风尘仆仆。要不是有他出使西域，乌孙和大汉也不会有今天如此深厚的情谊。昆弥说的是啊，张骞回到汉地之后，绘制了一本《西域全图》，祖国的山河地貌、河流走向，都在上面。哦，那这图岂不是无价之宝？以后开荒征战，也都事半功倍了。我乌孙愿出1000金购买此图。既然是多年情谊，哪还需要金银呢？李多，诺。昆弥，请看，此图就是当年张骞亲手绘制的《西域全图》的副本。此次皇帝陛下特意让我带来作为礼物，赠予昆弥。愿大汉与乌孙世代交好，西域永远安宁。没想到皇帝陛下如此慷慨，将军回去之后一定要替我表达谢意。陛下早就有言在先，大汉与乌孙是兄弟，兄弟之间不谈感谢。既然如此，皇帝陛下有什么要求，就尽管提。乌孙虽小，但一定不惜余力。陛下还真有一个小忙，想请昆弥帮忙，希望您不会为难。哎，你要这么说，就小看我军须弥了。今天在场的各位，都可以见证。皇帝陛下有什么话，将军就说，我乌孙绝无二话。昆弥真乃豪迈英雄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陛下说，此次出兵大渊，想让乌孙派遣一支军队予以协助。将军真乃是大将之才啊！刚到乌孙就心系战事，我看不如这样吧，李将军，先去驻地安顿下来。至于政务啊，咱们这几天慢慢商谈，如何？既然昆弥这样说，就听从昆弥的安排。一会儿左大将翁归会带将军到驻地安顿。将军请。请。受到左大将这样的安排还不满意，这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。我们是以诚待人，结果是引狼入室。大渊几十年来都是匈奴的附属地，乌孙出兵，就等于和匈奴开战呢。宣战又如何？不善罢甘休又如何？匈奴欺负我们这么多年，眼下依靠汉军，正好打个翻身仗，省得到时候匈奴再问我们要牛羊要草，又麻烦常山你出面送人情啊。就算打得了翻身仗，那也是一时的，过后汉军拍拍屁股走了，那匈奴找谁报仇呢？汉朝是在拿咱们当挡箭牌啊！要说得罪匈奴，我们和汉朝交好，早就已经得罪匈奴了。如今正是因为有汉朝在背后，匈奴才有所忌惮。昆明，若是在这个时候犹豫不决，得罪了汉朝，那乌孙才是真的孤立无援了。啊！昆明，李广利副将赵使成求见。快让他进来。末将赵使成参见昆弥。将军来此有什么事吗？是不是军中有什么需要？不，军营里一应俱全。将军让我来向昆弥道谢。只是将军说，既然来到乌孙，应当先拜见解忧公主，否则失礼就是罪啊。哦，确实，这事儿理所应当。不过，公主这几天偶感风寒，不能外出走动，所以可能还要请将军再等几天。公主病了？嗯。殿下，这么巧啊，人都在呢。啊，我朝大军已到，我们现在正在跟公主商量，见到李将军以后该说些什么。不必白费心思了，昆弥已经跟李将军说，公主病了，不让见面。什么？说公主病了，这不睁眼说瞎话呢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送信去给李将军，这次无论如何要让公主见到他。我也去。可是城门已经关了，根本出不去啊。确实出不去。昆弥还下了命令，派人严防，任何人不许跟城外的汉军接触。别说你们了，
我都出不去。好，那我一个人去。这次貌似我也要试一试。不行，昆明这样做，防的就是我们，尤其是你们几个。公主，那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汉军离去啊！现在只有见到李将军，让他逼昆明收回成命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我倒是有一个法子可以见到李将军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我奉乌孙右夫人之命，送这些酒慰劳城外的汉军，谁敢阻拦？我敢阻拦。你是什么？安索克，乌孙的右大将，刚刚戍边回来，特被昆明派来看守这个城门。你是谁？我是侍奉解忧公主的汉使怀天沙。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你也不想想，为什么昆明派我来镇守城门，就是防止你们跟城外的汉军接触。有我在，你们谁也别想过去。那我就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昆明亲自在守城，我还是要出去。够狂的呀！有本事就试试看。正要领教。哎，两位将军，等一下，手下留情。手下留情，听我说两句。这位公子又是谁啊？啊，我就是一个小商贩，刚进了一批好酒呢，就被右夫人买下，赏给过路的汉军。如果右大将以后想买个油盐酱醋，可以找我冯辽。伶牙俐齿，你想说什么呀？哦，我想说的是，这时候正是大汉和乌孙情谊深重的时候，你们俩这时候打起来，不是给昆明和右夫人难堪吗？是，昆明呢是下令说不许我们接触汉军，但也没说不许右夫人去慰劳汉军啊。你想啊，家乡来了几万子弟兵，我们解忧公主能不表示一下心意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只送酒，不见人？对，我们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把酒给您，您帮我们送进去就行了。好，我替你们送酒。不过，既然酒替你们送了，姑娘，露个真容我瞧瞧吧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直爽的人。这右大将自以为聪明，殊不知我冯辽吃定他了。凭什么这么说呀？眼神呢？眼神？什么眼神？我没看出来。是，你什么都看不出来，你能看出什么眼神啊？就像个木头一样。木头？哎，不是木头，木头有时候还是软的呢，你就跟石头一样。公主赐酒，分给将士，一定会鼓舞士气。不错，咱们三个先喝上一碗，向公主谢赏。将军说的是，谢公主赐酒，谢公主赐酒。哎，将军，我说这是蛮夷之地，你看酒单上的字儿都写错了。
这不是个九字，将军，这是个岁字。岁，九字写成岁，难道是公主故意为之？将军，坛里有字，什么字？见公主。公主不是病了吗？这里面大有文章啊！赵世成在，你马上去点50精兵。诺。李多，你去找2个军医过来。诺。我倒要问问昆明，公主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？禀昆明，李广利等人在门外等着要见昆明，说是要给右夫人治病，恐怕慌是吧？让他进来吧。请李广利将军。拜见昆明。李将军。有什么事情还要让你亲自跑一趟？派人来不就行了吗？无妨。末将想到公主被病痛折磨，就坐立难安。想到我军中优秀军医这么多，理应带他们过来给公主诊治，所以事不宜迟，就匆忙赶过来了。现在劳烦昆迷请公主来此。嗨，公主得的又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只是受了风寒而已。我不让她出来，是怕她再次受风。她现在需要的呢是静养，要劳烦将军再等上几日。这我就不太明白了。如果病重到不能出来见人，那一定更需要诊治了。倘若并无大碍，那末将就应该去参拜。这既不严重，又不能见人的病，末将实在是想不出来。将军这话像是不相信我呀。啊，岂敢！末将只是担心公主的病。昆迷不是外人，末将就实话实说了。此次前来，我大汉皇帝陛下让我带口谕给公主，若是不能及时告诉公主，末将就是抗旨，到时候脑袋不保。还请昆迷救命。既然如此，穆哈兹，去把右夫人请来。昆明，快去。右夫人到。末将2师将军李广利拜见公主。将军请起。公主真的病了？偶有风寒，不碍事的。啊，末将打扰公主休息了，末将有罪。什么罪不罪的？本来想好好休息2天，身体有所好转，再去看你，省得你看见我病殃殃的回去以后，让陛下担心。啊，公主，末将带来了军医来替公主诊治。不必了，昆明请了很好的太医为我诊治。这几日服了一些药物，已经明显有所好转。平日里昆明对我的饮食起居也颇为照顾，我很少生病，是吧，昆明？啊，是。李将军，别怪我娇气，也不要埋怨昆明。啊，末将不敢。陛下口谕，请公主保重身体。如果饮食起居有什么用的不习惯的，请尽管告知末将，末将会联络敦煌驻军，马上送过来。啊。
如果公主现在想不起来，过后可以派人到我的大营。陛下如此关心解忧，解忧万死不能报答，请将军回禀陛下，昆弥对解忧呵护备至，解忧已十分喜欢这里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从汉地送来。诺，末将会如实禀告。公主殿下在这里一切安好。末将要感谢昆弥如此照顾公主，将来一定会如实禀告圣上。嗨，谈什么感谢？她现在是我乌孙的右夫人，要说照顾，那是理应的。将军，此时此刻，真想跟你多聊一些家乡的事情。只可惜解忧身体还有一些虚弱，过几日我们再聊。诺，末将打扰公主休息了，请公主保重身体，好生休息。末将实在冒昧，就先行告退了。将军好生歇息，解忧一切安好。莫哈兹，去给我送送李将军。喂。你们也都下去吧。喂。解忧，你别走，过来。陪姑聊会儿。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还记恨着我。刚才我以为你会好好的在李将军面前告我一状的，没想到……我真想好好告你一状。只可惜我现在是乌孙的右夫人，要告状，也应该是跟太后告，而不是跟李将军。那你心里到底记不记恨我呢？你让我打掉孩子，我自然是恨你。但是恨归恨，你终究是我的夫君，这是我们的家事。如果把家事在朝堂之上跟李将军说，那岂不是因为家事而坏了国事？那我岂不是罪上加罪？没想到你会这么想。是啊，这世上没有想到的事情真是多啊。我现在是你的女人，我理当如此。看来我军须弥还娶对女人喽。你既然说你是我的女人，那好，现在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你。刚才李将军让我发兵助的，这个兵我到底要不要派呢？自然是要派。你刚才还说你是我的女人，要为我着想呢。派兵才是救乌孙于水火之中。昆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汉军派了多少人马？光骑兵就6000，步兵数万。就兵力而言，拿下大渊城绰绰有余。可汉帝为何还要你派兵？汉帝是想看你与大汉结盟的心意，这是他对你的一次试探。这事我早就知道，可是大汉远在天边，匈奴可是近在眼前了。昆弥既然觉得匈奴这么厉害，那为什么不想办法与匈奴结为盟友呢？你真这么想？可是匈奴从来不需要盟友，他只需要奴隶。汉帝和匈奴的大单于都有野心，匈奴的野心在于统治西域，而汉帝则是希望长治久安。与汉结盟，乌孙就能雄霸西域。可是受匈奴的威胁，乌孙就只能苟且偷生。
你笑什么？我笑，如果你是个男的，该多好。到时候姑就没有王储之忧了。等姑死了，把昆弥之位传给你，你一定做得比姑好。我才不要做昆弥呢！做了昆弥就只能咒自己的女人生病。好了，夫人刚才那些话确实让我茅塞顿开。你就没有什么事要求我吗？并没有。真没有？真没有。哎，什么？你没说呀？当着李广利求情的机会你不要，昆弥让你求他的机会你也不要，你想要什么呀？哎，公主，我心里明白，你是想让昆弥知道你的胸怀和大度，但是有些事，自己的事必须要自己去争取。你越是忍让，他们就越得寸进尺。如果只能逼迫他、恳请他，才能把这个孩子留下来，那将来这个孩子不知道会遭受多少凶险。我希望昆弥能打心眼里，主动把这个孩子留下来。可是这么做有把握吗？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就这样吧，乌孙派出精兵，协助大汉讨伐大渊。昆弥，这事儿可不能轻率啊！孤意已决，就这么定了。昆弥，我愿带兵出征，让汉军，让大渊看看我乌孙将士的威风。昆弥，温贵不能领命。父亲，为何？相国这么说，是对你儿子没有信心吗？昆弥，正因为他是我的儿子，我才最了解他。他平时争强好胜惯了，明明自己的身体还没有痊愈，非要到前线去逞强。哦，温贵，你的伤还没有好啊？回昆弥，我的伤早就恢复好了。你的伤势我还不清楚，你自己战死也就算了，不要拖累了我们乌孙那么多将士。温贵，你父亲说的对，什么事情都不能逞强。是。大陆，你可有合适的人选推荐？臣以为右大将智勇双全，可以领兵。但是右大将要掌管赤谷城凡务，不能离开。云谷特的弟弟纳林羽侯，虽然年轻，但十分骁勇。那好，我看就由他领兵吧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那林羽侯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他就读过2本兵书，你让他去带兵，你怎么不让小乌去啊？父亲，我跟您说话呢。之前派他去当戍边大将，边境上校的将士没有一个服他的。这次你居然主动提出让他去带兵，父亲，您究竟是酒喝多了，还是糊涂了？你呀，有时候挺聪明，有时候傻得不行。乌孙出兵大渊，你在这时候争着抢着上阵，将来匈奴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你。从小到大，您可从来没教过我胆小怕事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这哪里是胆小怕事啊！安静下来，好好的用脑子想一想。解忧怀孕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昆弥对你有多忌惮？这个时候，你抢着出风头，你是自找苦吃。
我每天都在妓院里花天酒地，他还要忌惮我，我能怎么办？这一场说小关系到解忧个人安危，说大了关系到乌孙国运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要去。站住！站住！夫人，家乡那边送来一盒胭脂。下去吧。喂。为我所用，说的倒是轻巧。国相，打扰右夫人了，实在唐突。什么事情那么着急？如果不是事情紧急，绝不会冒昧前来。国相不必多礼，有什么事情直接说。这件事情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你能够帮到老臣。左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，过来看看你啊。这么多好东西啊！是我弟弟纳连羽侯，他被昆明选中，要带兵出征，这些都是赏赐。那孩子说用不着，所以都送过来了。你快看看，有没有喜欢的，就拿回去吧。我不用，自己留着。只是，怎么了，妹妹？我呀，就是见不得那些欺负老实人的。这话我听不懂啊，谁被欺负了？你的弟弟纳连羽侯。妹妹，你想错了吧？我弟弟刚被封了将军，就要带兵出征了。就是因为这个将军，把你弟弟害苦了。这怎么会呢？你没有听说吗？原本这个将军呢是温归抢着想要去的，可是被大陆拦下来了，这才轮到你弟弟的。这件事情我知道，因为温归受伤了嘛。要不我说你们姐弟俩都太单纯了。温归都受伤多久了？怎么可能还没好呢？那大陆为什么要说他还没有痊愈呢？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干这苦差事，所以拒绝了。苦差事，带兵出征，这可是风光的事啊！况且这一次是去协助汉军，不会有什么闪失的。就是因为协助汉军，你想想，这仗要是打胜了，那是汉军的功劳；要失败了，就是协军不利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胜败，只要汉军一走，匈奴立刻就要捉拿领军之人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难道这也是我父王告诉我的？我父王还说，要是不杀一儆百，以后谁都可以对抗匈奴了。我是念在我们姐妹情深，我才告诉你的。妹妹，我的好妹妹，如果是这样，你可一定要替我想想办法呀！我已经没有了我的孩子，我可一定不能再失去我的弟弟了。我知道，好歹我也是单于的义女，帮你说几句话还是可以的。只是以后你要听我的安排，否则我就说不上话了。这个你放心，我跟弟弟一定什么都听你的。明天就是昆弥给你10天期限的最后一天。
你怎么还会有闲心思来我这儿？我当然知道了。可是我今天来找你，有更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？领兵的事。是我父亲让你来的，还是王兄让你来的？我自己要来的，我为你而来。让一个绣花枕头领兵打仗，还说是为了我？解忧，你怎么不为自己想想？你知道这一仗有多重要吗？只有打赢了，才能保住你肚子里的孩子。你让汉军借道，又力举出兵，昆明对你的戒心一直就没有放下。这个时候你抢立战功，又手握兵权，他除了不安还有什么办法？这种不安对你不利，对我的孩子也不利。难道就什么都不做，等着喝那碗药吗？我解忧做的已经够多的了，我相信昆明能够看见我做的一切。现在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只需要交给他去做。启奏大单于，刚刚收到胡姑密信，汉军明日即将从赤谷出发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还请大单于定夺。你只带贴身随从，即可出发，在汉军之前赶到大渊，告诉大渊王，叫他死守城池，不要交战。我匈奴会做他的后盾。可是汉军数量庞大，大单于要不要派一重兵？哼，重兵！你真以为我要跟汉军正面交战？汉军他们人多，又有吴孙做后援，我才不会为了小小的大渊舍出自己的老本来。那大单于让我一个人去时，我让你去，是让吴孙坚守。一旦汉军被拖住，到那时，我就可以来个以逸待劳，说不定还可以捡个大便宜呢。公主，李将军的大军即将离开。怀大哥，我思前想后，虽然李将军善战，但是毕竟第一次深入西域，我怕他不熟悉水土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你随他一起去吧。公主想得周全。怀天杀听令，保证地形水土不出问题。哼，有人在吹牛啊！才在西域走过几次，就熟悉什么地形水土啊？公主要派也应该派我去啊！你去像什么话呀？哪有女人上前线的？你看我这装扮像女人吗？像不像？那你是不是？你好了好了，冯辽常年在西域活动，地形他也熟悉，要不然你们俩一同去吧。啊？公主，这要是让李将军发现了，怪罪下来，我可保不了他。谁保谁还不一定呢。你就嘴上能说，怎么着？什么怎么着？好了，冯辽就交给你了，一定要把他平安带回来。啊。公主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放心不下。我知道。公主，汉军马上就要走了，就没有人替你做主了。是啊，而且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万一昆明不来呢？昆明怎么还不来呢？我都等不及了。解忧，快到午夜了。阿彩，去把昆明赐给我的药端过来。解忧，端过来。昆明。
你在祈祷什么？回昆明，我在祈祷联军旗开得胜。你就没有祈祷我来，或者祈祷我收回成命？没有。这2件事情都不归神明管，都是您的权利。可你到最后也没来求我呀？对，因为我知道乌孙的昆迷是不会因为女人的眼泪而改变他的决定的。我之所以等到现在，并不是因为我心存侥幸，我只是想跟这个孩子多待一会儿，哪怕就一会儿。我知道，现在是我遵从昆迷旨意的时候。等等，我军须弥是乌孙昆迷，说出的话绝对不会说回。这药你必须得喝。不过呢，不是这碗，而是这碗。安胎药，趁热喝了吧。哎，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你明白，太后也好，我也好，没有人想害你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家事和乌孙之事无法两全。那你现在就信我了吗？我信。我珍惜这孩子，不光是因为他是我的骨肉，还因为他是你的，我爱的女人呢。我马上就要开始恨你了。把药喝了。夫人，怎么样？我在外面守了半夜，昆迷果然去了右夫人的住处。昆迷在里面说什么了？离得太远，听不清楚。那他最后出来没有？没有，像是留在了右夫人那儿。那孩子就是留下了。刘解忧，给我等着！将军，将军，咱们部队行进的速度太快了，
这样会离纳林羽侯的资助部队越来越远的。我们带了数日的粮食和水，怕什么？将军，怕的是万一纳林羽侯的部队迟迟跟不上来，那咱们的粮草就会成问题啊！不如先撤回行营吧。将军，我的部下冯辽已经装扮成商人，前往大渊打探消息，等他回来再做打算也不迟。化妆成商人，兵贵神速，大军行动岂能等他的消息？放心，本将军自有准备。将军，将军，前方就是玉城，玉城是大渊的帮凶，汉时就是在那儿遇害的。将军，你是想攻打玉城？不错，玉城这个小地方富庶得很呐，里面的粮草供应足够大军迁徙，这样就可以一举踏平大渊。走，这。将军，我的部下刚刚告诉我，说大渊现在已经封锁城池，一边在挖掘壕沟，一边在将城墙加高于数米。看这样子，是要准备久战。将军，倘若如此，这是最不利的状况。我军人数众多，粮草消耗太大，久战必须确保补给。要不等纳林羽侯跟上，哼！大渊以为把城墙加高丈余，就能挡住我几万大军？哼！这玉城都已经望风而逃了，大渊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兵临城下，自然就会投降。非但不能停，还要趁着这股士气加快行军速度，尽快抵达大渊。将军，还是没能攻下城门，这帮大渊人太下功夫了，一时半会儿攻不下来啊！将军，再这样下去，粮食难以为继。若再得不到补给的话，恐怕军心会动摇啊！这个纳林羽侯，押送补给押送到哪里去了？传令，暂停工程，再去取纳林羽侯的粮草。诺，快去！这天天喝粥，还怎么打仗啊？就是啊，都好几天没有吃饱饭了。哎，这是要饿死人的。做好的烤牛肉，哼！李多，将军，外面是什么人在吵闹？都是些没有发到粮食的士兵，难免会有些抱怨。谁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一律抓起来斩！不可，将军。士兵们已经怨声载道，再加上制裁的话，弄出个兵变，不得了啊！现在只能盼望粮食快些运到，否则的话，还有什么问题？退下。诺。妹妹呀，纳林羽侯又送信来了。他说已经推了好几天了，一粒粮食都没有往前线送去。再这样耽搁下去，我怕他的罪名就担不起了。哎呀，夫人，你这有什么担不起的？出了天大的事儿，吃败仗掉脑袋的，那都是汉军。纳林羽侯最多也就被降官职，总比掉脑袋强吧？你说的是有道理，可是你呀，就给纳林羽侯写封信，告诉他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拖住，不能给粮食，否则，要是让大单于知道，在紧要关头是纳林羽侯救了汉军，
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。是，我都听妹妹的。报，加急的信。下去吧。喂喂。解忧，外面风大，你怎么不喝完药就出来了？外面空气多好啊，出来透口气。易硕说了，你得多休息，不然这风寒哪天才能好啊？风寒不碍事的，要不是怀孕的话，我连药都不想喝呢。那你等我，我去把药和披风拿出来。谁呀？西女。是我啊，怕什么？怎么了？有人欺负你吗？我很好，就是受了一点风寒。药，你放心，我每天都在喝，不碍事的。公主，冯辽，你怎么了？前线告急，大渊城久攻不下，那林雨侯粮草迟迟不到，我们……阿彩，冯辽，阿彩，快喝了。李将军求功心切，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。粮草的事情我可以解决，我堂堂大汉和亲公主，岂能让我大汉的将士饿了肚子？可是这打仗的事情，我一点都不懂。都怪这个李广利，要是让温归殿下去当这个大将军，肯定早就打赢了。阿彩说的对，温归在西域带兵多年，他比较了解情况。你去把温归请过来。喂。左夫人，听说大渊前线吃紧，冯辽赶忙去找解忧班救兵。这事儿我也听说了。我就知道汉军都是草包，还没等匈奴出手，就溃不成军了。只要汉军败了，那解忧在乌孙的地位就保不住了。你盯紧温归，现在他们的救星只有温归。夫人说的没错，咱们不能让温归去前线帮助汉军。温归，想得美。公主，那粮草的事，你马上去赤谷城所有的粮铺，见粮就收。买粮？对。如果这个时候我去求昏迷，就算汉军打赢了胜仗，也颜面尽失。
可是，一下子买这么多粮，哪来的钱啊？我出嫁乌孙的时候，汉帝赏了我很多金银珠宝。公主，使不得，那是你的嫁妆，变卖是有罪的。现在国家需要，把这些钱拿出来救国，比穿戴在身上强过100倍。此事事关紧急，一刻都不能耽误，拜托你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翁归叩见昆弥。起来吧。谢昆弥。有急事要与你商议。可是大渊的战事，左大将就不要操心大渊的战事了，那是汉军的事。眼下还是多想想咱们乌孙自己的事儿吧。谁说大渊的战事就不是我们乌孙自己的事了？那不是还有那林雨侯带着那么多将士在那边吗？好了，你们两个别吵了。常山西侯，赶紧把楼兰的事情告诉他。是。左大将，楼兰王安归今天派人送来口信，说楼兰东南部有暴军造反，他恳请昆弥即刻出兵平定叛乱。这件事情会不会太巧了？大渊前线吃紧，这楼兰就暴民叛乱了。这的确是楼兰王刚刚派人送来的信，这件事儿非由你去办不可。你赶紧点些精兵，即刻出发，帮楼兰平乱。王兄，可不是我抗旨不遵，我只是觉得此事实在蹊跷啊。这楼兰一向是匈奴的属地，出了事情他们不去向匈奴求救，却问我们乌孙要兵，这是为何？这正显示楼兰王的诚意啊！楼兰是匈奴的属地不假，眼下来求乌孙，这正彰显我们乌孙的实力日渐强大。就为了一个强大的虚名，放着我们乌孙的将士不管，去管那楼兰小事？翁归，你这话就不对了啊！大渊那边我已经派了纳林雨侯前去助阵，这场仗是胜是负与我们乌孙无关，是大汉自己的责任。但是楼兰那边就不同，楼兰王第一次向我开口求救，如若我们置之不理，那在西域将会留下见死不救的骂名。昆弥说的在理，在西域，大家像兄弟一样互相扶持，如果留下不好的名声，那我们乌孙的脸面该往哪儿放啊？可是王兄，好了，别说了。常山的话就是我的话，难道你要孤亲自带兵去平乱不成？翁归不敢。那好，赶紧出发吧。是，王兄，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。既然事关乌孙颜面，翁归不敢有半点马虎，还请王兄再宽限几天，让我认真打点，以免再出什么疏漏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你们下去吧。喂。什么？派你去楼兰？是。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匈奴怕你去帮大渊的汉军，故意这样安排的。我也这么想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来这儿就是要告诉你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会先去大渊。不行，你这是违抗王命，是欺骗昆弥，是天大的罪过。如果我不去，汉军就危在旦夕。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，虽然大渊的军情让我担忧，但不至于你这么冒险。就算你打了胜仗，昆弥能原谅你吗？他一定会责罚你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我去找昆弥吧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解忧给昆弥请安。你不在宫中安胎休息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昆弥，解忧有一事相求。是为了汉军之事，来告纳林雨侯的状吧？现在汉军军情危急，我需要昆弥的支持。你开口求我，我自然不会回绝。但是现在，孤一半的军队派给纳林雨侯去大渊，另一半派去了楼兰平乱，我已经无兵可派了。
我知道昆明的难处，所以我这次不是跟你要兵，那你要什么？要将。将？对。现在大渊军情危急，靠士兵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而且这里离大渊还有一段距离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解忧以为，最好的办法，莫过于派出一名熟悉大渊的战将，火速赶往前线，才是对汉军最大的支持。你说的有道理。谢昆明。我派右大将前去如何？右大将？他可是我乌孙第一猛将。右大将自然是战功赫赫，可是还是应该派一位可以威慑四方的战将。威慑四方的战将，你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？要说这威慑四方，莫过于昆弥。你让孤亲征？解忧不敢。解忧知道，乌孙万千大事系于昆弥一身，怎敢让你为了大汉而亲征？只是我觉得，温归作为你弟弟，可以借助你的威望，在大渊有一些作为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为了温归而来，想让他去是吗？昆弥，我是大汉和亲公主，现在大汉的汉军在前线情况危急，我自然是万箭穿心，夜不能寐，所以恳请你，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，就让温归去吧。可是我已经派温归去楼兰平乱了，右大将最合适，因为他熟悉大渊的地形和情况，他比温归合适。谢昆弥，解忧知道了。那好，你赶紧回去安胎，这才是你要做的事情。解忧告退。昆明，恕我斗胆直言。说。据我所知，右大将未曾去过大渊，倒是温归殿下曾经戍边那一带。我当然知道。我就是要看看，温归到底是听我的，还是听他的。哎，夫人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么着急？冯辽把赤谷城内所有粮店米铺的粮食全都买走了，听说让店家连夜准备，明天一早运送出城。这不明摆着送去大渊吗？是啊，所以我急着来，就是让夫人拿个主意。明日一早，你去城门口守着，不许让他出城。是。其他小路也派人盯着。总之，能耽搁一天是一天。是。粮草晚到一天，他们的胜算就会少一分。小侯明白，夫人早点休息。停下！停下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军爷，我们是商队的，奉右夫人之命，去给前线的战士送些粮草。这是令牌。不行，不让过。为什么不让过？上面有命令，说运送大批粮草的，一律不让过。什么？谁下的命令比右夫人的还大？命令是我下的。是你？哎，你不是卖瓶瓶罐罐的吗？现在改行卖粮草了。你别管我干什么的，我有令牌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过？令牌？啊？你的？这是假的。假的？啊？右夫人亲手给我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那你把右夫人找来，就算右夫人来了，没有昆弥之令，我一样不会放你出城。现在大渊那边正在交战，右夫人突然一下运走这么多粮草，万一乌孙有事呢，怎么办呀？哎，你干嘛？你就不怕我叫人抓你啊？啊，小姑娘，这大早上的堵住城门干什么呢？哎，于大将军，你来的正好。哎，来，快，他还想拔刀呢，胆子太大了吧？不让他出城，他还想拔刀。拔刀？就他。冯姑娘。怎么了？你来的正好，
我奉右夫人之命去慰问前线的战士，他们不让我过。不让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令牌是假的。这是真的呀！啊，尤大将，咱先不管这令牌是真是假，眼下有战事，他突然间运走这么多粮草，那万一乌孙有事怎么办呀？所以没有昆弥之令，不能放他们出城。这跟昆弥有什么关系啊？右夫人体恤将士，买些粮食慰问他们，你操那么多心干嘛？要不说右大将心粗呢，万一这战事连累到乌孙，这粮草不就用上了吗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人都是白痴啊？真要打起仗来啊，这点粮食哪够啊？再者说，咱们乌孙除了军粮，还有遍地的牛羊和成群的骏马，别说是大渊了，就是匈奴来了，咱们也不怕。开门放人。这没有昆弥之令，不能放人。你是不是忘了，在这赤谷城里，除了文归跟昆弥，所有带刀的人都归我右大将管，我的话就是军令，连我的话都不听，就把你就地正法。将军息怒，我这就去开门。开门，快开门！右大将，你糊涂啊！没有昆弥之令，你就敢？常山西侯大人息怒，昆弥要怪罪下来，我担着。谢谢你帮我解围。这么说就见外了啊！其实我今天来啊，是特意为你送行的。送行？你这要运粮去大渊，这一路凶多吉少，我心中挂念。谢谢你的好意，只不过我恳求你帮公主一把。我不能为了右夫人就违抗昆弥的军令，但是作为一个草原的汉子，我愿意为了自己心爱的姑娘付出一切。昆弥，我也该出发了。大约那边就交给你了。昆弥放心。啊，对了，那林雨侯，你不要靠着他。如果他真有什么事儿做得不妥，回来告诉我，再行定夺。喂。尤大将，殿下，怎么样？一切顺利吧？一切按计划进行，你就放心去吧。这里就交给你了。这回我放心多了，毕竟右大将比文归差很多，他又不了解大渊的地形，
大汉这次完了。夫人说的没错，这个右大将表面上看着憨憨傻傻的，倒像是个福将。福将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这个人啊，没立过什么功，也没吃过什么败仗，不偏向匈奴，也不投靠大汉，反而这右大将的位置坐得稳稳的。这人看着表面傻傻的，其实内心精明着呢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可能帮汉军打胜仗？他要真撞了大运，这还说不定呢。哼，在我胡姑这儿就没有说不定的事儿。是，我让他败，他就不可能胜。明天派人追上右大将，警告他放聪明点，少掺和匈奴和大汉的事儿。我现在就派人，马上去大院。等等，既然派人去追，就把冯辽和粮草一起解决。小侯明白，夫人放心。灭不了也得灭！将军，相信我，跟我来，走！左夫人，左夫人，小侯拜见左夫人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喂。怎么样？粮草都烧光了，但翁归出现在了去大渊的路上。什么？小侯猜测他是脱离队伍，违抗王命。那我这就去禀告昆弥，看他怎么收场。夫人不急，现在即使告诉了昆弥，昆弥也惩罚不了翁归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不如借这个机会，去惩罚一下咱们够得到的人。夫人有意。那我这就去给他送安胎药。撤！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刚才为什么不让我灭火？我还嫌他烧得太慢了呢。什么意思？不赶紧烧光，那些混蛋怎么能赶快离开呢？快到了！这。打开。是。原来真正的粮草都在这儿呢。将军，你也不想想，如果那车真的装满粮草，怎么可能烧那么快呢？好个调包计！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走官道？冯姑娘厉害，
在下佩服。不敢不敢，请将军快速赶往大渊。我们车重人多，速度肯定会慢一点。不过将军请放心，我们从小路过去，很快就会到。好，那我们就大渊见。大渊城见。这。兄弟们，装车！夫人，气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最近一直在为大渊的战事担忧，所以打仗是男人的事情，你就不用多虑了。我知道了，昆明一定会把一切安排妥当，战事一定会有所扭转的。能这么想就好。你现在要把心思多放在自己的身上，知道了。昆明，公主，这是太后送来的补药。哎，我来吧。让阿彩来吧。没关系，还是我来吧。小心烫啊！启禀昆明，常山西侯求见。什么事情啊？都追到这儿来了。他说军情大事刻不容缓。去吧。让他在外面等着。喂。我去就来啊。怎么了？哎，昆明，有什么事情追到这儿来了？昆明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温圭将军。温圭怎么了？温圭将军在大渊的官道上遭遇劫匪抢粮，他为了保护冯辽的商队，让劫匪给杀了。什么？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猢狲商队告诉我的。我一听到消息，马上就来禀告昆明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怎么了？昆明，叫太医，快！去，把这事儿给我调查清楚。喂。将军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恐怕我们的粮草坚持不了几日了。准备集结全部兵马，做最后的总攻。将军，现在我们粮草紧缺，士气低落，如果真的在这个时候总攻的话，没有胜算的。冯辽已经赶回赤谷城求助公主，我想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。怀某恳请将军再耐心多等2日。怀将军，我们都等了这么多天了，公主何时才能想出办法来啊？怀大人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将军，乌孙左大将军到。李将军，左大将军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不必客套。我是奉公主之命前来助你攻破大渊的。公主殿下。是。公主殿下还变卖了自己的嫁妆，筹集了很多粮草，就在路上，相信很快就会到。承蒙公主圣恩。怎么样？回昆明，公主之前连日操劳，身体承受不住，就病了。孩子呢？胎相都很正常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有些虚弱。还不赶紧想办法！臣这就去给公主开安胎药，只是想请昆弥嘱咐公主不要再动气用情，这样太伤身体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喂。昆明，昆明，怎么了？
在去往大渊的官道上，确实有几十辆大车被烧毁。哦，翁归呢？没有找到翁归殿下的尸首，不过确实有2、3具尸体已经被烧焦，辨认不清是谁。翁归这小子，最终还是没有听我的。如果这次他真的有事儿，那也是咎由自取，死有余辜。昆明，楼兰那边传来消息说，右大将已经带着队伍到了楼兰。什么？这俩小子竟然私底下串通好了来蒙骗我！等他回来，一并处罚。下去吧。阿才，等右夫人醒来，告诉右夫人，让她安心养病，保护好腹中的胎儿。不该她管的事情，不要管。喂，这不是真的，解药。昆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是不是因为翁归殿下的事而伤心啊？我不是因为他的事儿，那是因为翁归去了大渊国。翁将军，他是因为他而去的。因为解忧。没想到这大渊城的城墙如此坚固，攻了几次都是无功而返。他们倒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。可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大渊城中应该是没有水井的。没有水井？这没有水井，他们靠什么取水？此处常年干旱，他们是靠水渠把水引入城中的。这不可能啊！攻城之前，我们已经把整个城市都查探遍了，并没发现水渠。当然不会让你们那么简单查到，他们一定是悄悄做过掩饰，把这渠变成了暗渠。难怪没有发现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一条水渠应该是从城北引入，另外一条应该是从西北角引入城中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人去查。只要堵住了他们的水渠，我看他们还能坚持得了几日。将军，冯辽姑娘带着粮草到了。冯辽到了，太好了！传我的令，今天晚上大宴三军。喂，各位，这大渊城现在是指日可破了。来，大家一起吃了这碗酒。来，干！这次多亏了你了，多谢。别那么矫情，喝。好，我敬你。这次你让我刮目相看的。是吗？那以前怎么看我啊？无利不起早的商人。那现在呢？你有大义在胸了。那你可看错了。我看错了。那你几次往返大渊与赤谷之间，不顾生死，不辞辛劳，这是为什么？可能是为了人吧。
人？可能是为了喜欢的人。别问我，问问你吧。你这么不辞劳苦、不顾生死的，为了谁啊？我当然是为了当今的皇帝陛下。我说的不是他，我说的是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藏在你心里的那个人。我是军人，更是大汉的臣子，在我心里没有这个人。怀天杀，你知道吗？你最大的本事，就是能把自己伪装得像刀剑一样冰冷无情。我代表汉军的全军将士，感谢你。别谢我，你们要谢，就应该谢谢你们的解忧公主。是啊，这次要是没有解忧公主，我李广利可就要在这小小的大元城身败名裂了。多亏了公主啊！诸位将士，这仗要是打不赢，我们就对不起解忧公主。解忧公主！解忧公主！解忧公主！解忧，趁热把药喝了吧。这些药那些药，我最近喝了太多药了吧？肚子胀得慌，心里也像有块石头堵着，我什么都喝不下。温贵将军的事情本来就不该你操心。昆明都说了，你要为肚子里的孩子负责任，你还不明白他的意思吗？你心里惦记着你不该惦记的事情，不但是自找烦恼，也会给别人带来不悦。你连这点都想不明白，你怎么当你的和亲公主啊？再说，穆哈兹也没有亲眼见到尸体啊。温贵将军未必遇难，他武功那么高强，怎么会被几个匈奴强盗打败呢？那几个被烧死的人，一定是被他打败的匈奴人。解忧，温归倒是化解了汉军的危机，但如此一来，昆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善罢甘休了。温归和我根本就是欺君罔上啊，唯有见招拆招了。昆明，右夫人不见了。什么？解忧不见了？她只给你留了封信，拿来。我闹！她怀着孕，怎么能去前线呢？去前线？那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给我亲自去！你要亲自去？他这是江伪军，没想到还是要走这一步。愣着干什么？备马去！备马！禀将军，去达元国的使者带信儿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无寡受降吗？宁死不降。看来他们还对匈奴的援兵抱有幻想。误寡这个糊涂蛋，匈奴人怎么会救他？看来还得我亲自去劝他。哎，温归将军，他既然不降，那就是他自己找死了。大元国正在集结兵力，似乎是要跟我们决一死战。那更好，我正愁找不到人打呢。李将军说冒昧，这哀兵必胜的道理我是知道的。可是即便咱们有必胜的把握，如果我军在此战中损兵折将，到时候匈奴人再来进犯，咱们可就朝不保夕了。将军，温归说的有道理。我也知道，让他们不战而降是最好的办法。可这个误寡，他偏偏就是个死心眼儿，软硬不吃啊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让他受降。报将军，解忧公主驾到。什么？
乌孙右夫人解忧公主。拜见公主。都起来吧。殿下，你还活着？说什么傻话！我当然活着。可是宫里都传言你被匈奴的强贼杀害了，我们都急死了。我这乌孙的苍狼，有那么容易死吗？这一听就是匈奴人传出来的谣言，你也信？公主，你有孕在身，不能来这种危险的地方。我马上护送你回赤谷城吧。我想了又想，只有我亲自到前线来，才能保证汉军大获全胜。可是公主，你来了也不能替我们打仗。王兄他知道你来吗？他已经知道了。报，将军，有一队乌孙骑兵正快速向我方靠近。是昆弥。果然来了。赶快前去迎接。小侯爷，汉军已经抵达了大渊城外，而左大将军等人也都到达了汉军大营。咱们何时出发？温圭跟李广利他们现在正准备向昆弥告咱们的状，咱们现在过去了，不好。可是咱们按兵不动，都是昆弥的意思啊。这种话能拿到明面上说吗？难道还能把罪过推给昆弥不成？哼，这个黑锅我是背定了。快去给姐姐云古特送信，让她去向昆弥求情，事情说不定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喂，报小侯爷，昆弥率队去往汉军大营。昆弥去了汉军大营？是。快，把营出发，即刻赶往汉军大营。喂。你们两个本事不小啊，一个是擅自离宫，一个是违抗军令。你们还把我这个昆弥放在眼里吗？解忧之罪，可是非但如此，我不能解救汉军。你好大的本事啊！你凭什么解救汉军？你现在怀有身孕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乌孙的右夫人。你现在怀有我乌孙的血脉，你现在要做的是安胎。解忧无能，但我知道，昆弥重情重义，绝对不会对我弃之不顾。只要我孤身来到前线，你就一定会跟过来。只要你来了前线，就可以震慑大渊，让汉军立于不败之地。你别以为姑在乎你，你就能有恃无恐。解忧不敢。文圭，我看你小子并无受伤啊。承蒙王兄关心，我虽路遇强盗袭击，还好没有什么大碍。无大碍。我违抗了王兄的命令，还请王兄治罪。你也知道自己有罪啊？我看这全天下敢违抗我军令的，也只有你们两个人。这样吧，姑让你们自己说，该如何处置你们。请昆弥一定要严惩解忧，解忧绝无半句怨言。那如何严惩呢？你明知道你怀有身孕，姑不会拿你怎么样，你还要这么说？文圭，你是姑的手足，但是姑这次绝对不会放过你，你自己清楚。文圭甘愿承受一切责罚，可是王兄，我也是为乌孙着想。一旦汉军在西域失利，这丢脸的可不只是汉军，我乌孙也颜面扫地啊！
那好，那你说，汉军是我们的盟友，那匈奴呢？匈奴就不是我们的盟友了吗？你如何向他们交代？你既然那么喜欢替姑做决定，不如姑这昆明让给你们2个做得了。解忧不敢。文归不敢。你们还知道不敢？姑可以告诉你们，那凌雨侯是奉了姑的旨意才按兵不动的，这也都是做给匈奴看的。但是暗地里，姑早就派了援军，阻止匈奴援军，断了大渊的后路。这些你们都知道吗？就算你们不来，姑不来，汉军也赢定了这场战争。你们都太天真了。昆弥圣明，文归愚钝，恳请昆弥责罚。禀昆弥，怀天杀9剑。恭贺昆弥，大宛王，听说昆弥御驾亲征，一下子吓破了胆，现在已经献城投降了。殿下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昆弥，有句话我想跟你说。我不顾自己的身体，私自跑到前线来。昆弥更是不顾安危，星夜赶来，让我觉得你对我很关心。别说了，让我看到。不想听这些。解忧，你身体没事吧？没事。公主，出事了，公主。出什么事了？李陵投降匈奴了。什么？李陵率4000汉军出关迎击匈奴，可不料匈奴8万精兵来势汹汹，李陵奋勇杀敌，可援兵迟迟不到，弹尽粮绝之时，无奈投敌。李将军叛国投敌？不可能啊！无论你信与不信，李陵投降匈奴已成事实。怀大哥，我问你，为了成就自己的名声，让3军将士陪葬，和忍受巨大的屈辱去保护他们，哪一个算英雄？公主，我跟你一样，相信李陵。可是皇上最憎恨叛国投敌，我相信这一回，皇上一定饶不了他。可事出有因，我一定要救他。我这就修书给皇上。那好，我这就准备旨墨，我与公主联名上书。好。阿才，解忧，解忧，解忧，你怎么了？解忧，你醒醒啊！公主，解忧，阿才，公主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解忧。恭贺昆弥。虎姑，最近我不在赤谷城，城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？回昆弥，赤谷城一切都好。朝中大臣听说昆弥一到，大军就攻破大渊城，都说昆弥智勇双全呢。
对于昆弥的威武，虎姑就不用多说了。可是温规抗旨，解忧擅自离宫，那可都是重罪啊！还请昆弥给我们一个说法，否则以后大家都这样，昆弥的亡命岂不成了笑话？左夫人说的对，温规那小子，我是应该给他点教训。昆弥，昆弥，谁？昆弥，昆弥。怎么了？阿才拜见昆弥。我们家公主突然腹痛难忍，请来太医。太医说，太医说什么？太医说公主的孩子可能保不住了。拜见昆弥，解忧怎么样？啊，昆弥，你不能进去啊！昆弥，右夫人她身体劳累，加上近日的奔波，心已虚弱不堪，眼看什么？眼看是要小产啊！请昆弥试想，若真的到了最坏的地步，夫人与孩子该如何取舍？不行，你一定要让他们母子平安，听见没有？要不然我要你的命！昆弥，右夫人她身体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，眼下如果要母子平安，实在是太困难了。废物！连人都保不住，我要你何用？啊！请昆弥赶快抉择，若真的耽搁了时机，就算臣死，也无法挽回了。昆弥，请三思啊！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保住解忧，听见没有？喂。昆弥，公主性命保住了，可是王子呢？我们已经尽力而为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你也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喂。昆弥，你不该选我。孩子没了，我也没有活下去的心思了。你别那么说，你要是死了，
我的心也会死。你要好好的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到时候，我们还有很多好日子要过。啊！我好累，好疼啊！没事儿，我怕是撑不过今晚了。趁我还能跟你面对面的说话，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可以吗？我会原谅你。我会放过翁归，只要你能好好的，我什么都能答应你。我对不起你。你们几个全部都给右夫人看过病吧？看过。那有没有人能够清楚地告诉我，右夫人她得的到底是什么病？这个啊，说话呀！实不相瞒，左大将，我等医术浅薄，实在是瞧不出什么端倪啊。是啊，我们商量了半天，就是不知道右夫人的身体。一群废物，就应该把你们全扔草原上喂狼！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，滚！走，是，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。将军，别生气。我看这几个太医也尽力了。尽力了？什么意思？我冤枉他们了？这是咱们赤谷城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医生了。这更何况还有大汉来的医硕，想必不是医生的问题。不是医生的问题，那会是什么问题？吃了这么多药，为什么还没好？昆明，我刚刚换了一个方子，正在重新给夫人抓药。右夫人的病症前所未遇，所以只能试着来。前后换了多少个方子了，没一个奏效的。你们平日里不是老是吹自己的医术如何高明，关键时刻不是一样束手无策？昆明，请息怒，我们乌孙的草药跟大汉的中药，我们已经轮流试过了，可是不见起色。我想，可能是因为夫人天生体质虚弱，所以……你胡说！我们公主以前身体可好了，骑马射箭都不在话下，怎么可能体质差呢？都下去，下去！喂。解忧，你怎么样？昆明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你不要管我，回去吧，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。不能这么说，要说有责任，姑也有责任，是姑没有把你照顾好。
解忧，你平时的饮食起居，都是由阿才一个人照顾吗？嗯。这个人靠得住吗？他随我一起长大，情同姐妹。大人怎么今天来了？心情不好？就想找个清静地方喝酒，别让任何人来烦我。客官心有烦乱，我送你一挂。算命的也不挑地儿，来人，把他撵出去！我是最会替人消灾解忧的。走，出去！谁让你进来的？等一下，把这人带我房间来。仙骨，难怪我刚才听你声音耳熟呢。你不是什么？大人是不是觉得我已经被别人给杀死了？对呀，当日你要出城，我派了人跟踪，就是为了暗中保护你，防止匈奴人对你下毒手。谁知道后来你人不见了，我当然以为你去见阎罗王了。多谢将军的厚爱。如果当初我不甩掉你的人，就无法甩掉匈奴的杀手。更何况，我怕将军把我逼到昆弥那里，去指证幕后真凶，把我推向风口浪尖，那不就真的必死无疑了？糊涂！我把真正的凶手扳倒了，你才真正得救了。这点道理不懂啊？我的大将军啊，您太天真了。您是乌孙的左大将，昆弥的弟弟，而那个人是匈奴的贵族，大单于的红人。你们两个中间夹着我，你还指望着我扳倒凶手，指望着我作证扳倒他？只要匈奴还在，就扳不倒他，扳不倒他，我就活不了了呀！那你倒是告诉我，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？我不能说。你又不能告诉我凶手是谁，也不告诉我是谁指使你，你来干嘛？你就不怕我把你绑回去，逼着你指认？我是来报恩的。别跟我来这套，我对你没什么恩可言。我报的是右夫人的恩。解忧，右夫人对我有恩，她现在有难，我不能不报。你知道解忧公主现在有难？仙骨虽老，但也耳不聋眼不花，要不我如何跟他们周旋到现在呢？你能够治得了右夫人的病？能。好，现在就跟我去见解忧。将军别急。又怎么了？我虽然是来报答右夫人的，可是他们对我的追杀，始终就没有放弃过。现如今，我冒着生命危险，重回赤谷城，我怎么也得对我的后半生考虑一下呀。绕了这么大个弯子，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自己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救得了解忧，你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公主，你真感觉好些了吗？冯姑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在戏班的时候，解忧就是练功最勤快的，她底子好，一定会没事的。也许就是以前他要强了吧，现在病了，倒没什么。只是我怎么能害死我的孩子？这不怪你，解忧。谁？
外面没有人。不可能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来，明日李将军就要归朝了，今天就算是姑为你和各位将军饯行。谢坤明，来，干！谢坤明，谢坤明，谢坤明，谢坤明。啊，坤明，怎么不见解忧公主啊？啊，她身体抱恙，还让我给将军带话，不能亲自来为你送行，实在是抱歉。哈，坤明，此次多亏了公主和坤明，我们全军将士才能兵不血刃，大获全胜。如果见不到公主，就算我能同意，这全军将士也不能同意啊。是啊，坤明，我们手下的士兵都要求再见一面公主。坤明，见不到公主，我们是不会回去的。这，莫哈兹，去请右夫人。喂。来，李将军。哦。敬坤明。啊，坤明，敢问公主何时前来啊？如果身体不适，我们要不要去探望？哎，不用。我看这个时候她还没来的话，估计是已经休息了。这，来，李将军，再来一杯。啊，右夫人到。拜见公主。李将军请起。大败大渊城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夫人，你的身体能够见到故乡的亲人，什么病都好了。好啊，公主身体无大碍就好。此次能够大获全胜，全是公主与昆弥的功劳。请公主与昆弥随我前往大营，检阅大军。孙的事，也震撼。解忧，你快回宫！解忧！告辞2个时辰。检查一下，看他的身上和随身的物品中有没有药罐之类的。
温贵殿下，公主呢？公主休息了。我要见见。公主今天谁都不见。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情，今天晚上必须要见她。你在这守着。你看看你脸色，还这么难看。我就是一个将死之人，孩子没了，身体空了，什么心思都没了。别靠近我！解忧，你不能这样。你再这样下去，以后怎么办？还有以后吗？以后，我本以为嫁给昆弥，不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已经是命运的安排了。我认了，我用尽所有的力气在人前演戏，我演一个好公主，演一个好妻子。我想忘也忘不掉，想得到也得不到，我都忍了。上天突然给我一个孩子，我以为这是他给我一个机会，可以彻底斩断我跟你之间的所有。这孩子也没了，我突然有点读不懂上天的意思了。他是让我做好准备，失去所有吗？不是，他是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一直留在你身边，让我一直保护你。你保护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我，不要让吴尊对大汉的信任受损，也不要让我用自由换来的联盟破裂。你除了国家联盟，你能不能想想你自己？还能不能有点别的？没有了。没有别的了吗？什么都没有了。没有你，没有我，没有山盟海誓、儿女情长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走，你走。你的安全得不到保障，我哪儿也不会去。知道我的病为什么一直不好吗？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因为我咎由自取，我自作自受，我害死了我的孩子。这就是我不相信命运的恶果。你错了，这不是真正的原因。我前2日碰见了仙姑，她没有死，而且在她消失的这段时间里面，她对你的病情一清二楚。当我正准备向她问个明白的时候，她却被人给杀了。这一切的种种，你的小产和你蹊跷的病，都让我怀疑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。我今天到这里来，就是要告诉你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找出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已经派人把这里围了，我要盘查你的随从，一个一个的问他们。不必了。为什么？要害我的人已经达到目的了，他就是要我的孩子死，要我死，让我万念俱灰。我受够了，我不想再这样违心的活着，我受够了。我现在就去找昆明，我告诉他一切，我求他原谅我，我希望他能放过我。我就是死，我要死在我的故乡。解忧，你别这样，你相信我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，好吗？我受够了，你放开我！什么人在里面？拜见昆弥。温归。这么晚了，你来干什么？昆弥。王兄，我深夜来访是因为我在想，右夫人这身子怎么久治不愈？我担心是因为她初来乍到，不懂我乌孙的习俗，得罪了神明，所以我建议她尽早去祖陵拜神祈福。那你们吵什么呀？我不去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求神不如求己，我没什么要求的，我只想跟昆弥说。听我说，我觉得温归说的对，
这样吧，明天我跟翁归去祖陵，为你祈福。来，坐。你现在还需要好好休养，啊。翁归，这么晚了，你还不回去啊？那就明日见，告辞。阿才，昆明，翁将军什么时候来的？翁归将军刚来。昆明，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。我回去了。昆明，哎，昆明，这前面不远就到了，要不你干脆先喝口水歇会儿，我去前面给你打个前站。哎，不用，难得有机会，咱们哥俩能有机会单独聊聊。你还记得上次咱们单独这么出来是什么时候吗？哎呀，我可不记得了，大概还是小时候吧。小时候了。对，我记得小时候的你啊，特别淘气，整天嚷嚷要跟我出去打猎，只要不带你去，你就黏在我屁股后面不放。要说起来，我这骑马射箭的功夫，可都还是王兄你教的。还是小时候好，小时候啊，你什么都愿意跟我说，可是现在当然不一样了。小时候我叫你哥哥，现在我叫你王兄。昆迷，对，是不一样了。我们都长大了嘛。可是再怎么样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